黑鬼大陆那个曾经和陈凡接触过兽骨嶙峋的老者，对着身旁一个身高较低的男人问道：“绝地傀儡的售卖情况如何？供不应求啊！”身旁属下有些感慨道：“已经加急和樊玉下了10万具绝地傀儡的订单了。”那就好。老者眼睛眯起，笑了起来，已经开始盘算这笔生意自己能赚多少钱了。绝地傀儡他们大陆也需要，但主要是卖给一个名为鼹鼠大陆的大陆。顾名思义，这座大陆没有人，已经98%的区域已经被鬼物所沦陷，仅有2%的区域未被沦陷，被鼹鼠大陆死守，以免失去拥有这座大陆的归属权。鼹鼠是一种类似于地精的特殊种族，平日里主要在地底活动生存，而绝地傀儡的存在，大幅度提高了鼹鼠族的工作效率。其实一开始这项生意他也是有些迟疑的，毕竟鼹鼠族本就擅长挖洞，会购买绝地傀儡吗？感觉像是多此一举，所以一开始才试探性的下了一小批订单。但通过和鼹鼠族的交谈后才知晓，对方很喜欢这个商品，并且下了大批订单，那就没事了。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笑呵呵的整个身子突然朝后倒去，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权杖，此时正笑眯眯的轻捻着胡须。是的，他的本体是一只黑老鼠，他们所谓的黑鬼大陆，就是由一批大黑鼠所占据的大陆。身为老鼠，和大部分都是人族所占据的大陆进行贸易的时候，自然要伪装成一个人类的外表，毕竟应该也很少有人类愿意和一只老鼠去交易乃至贸易。他们发展大陆的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尽可能认识更多的大陆，在确保和平不起冲突的情况下，将各个大陆的特产卖到最需要的那个大陆，从中赚取一定差价，好来发展自己的大陆。就是可惜，他们大黑鼠繁殖速度不快，不如鼹鼠那般繁殖速度极快。另外一边，新大陆负责和黑鬼大陆进行贸易的商阁成员确定性的询问道：“异兽培养屋你们也要采购？你等我问下价格。”这个黑鬼大陆的老者此时正面色严肃的点了点头，但却难压心中的激动，先买一座回去，看下能不能解决大黑鼠的繁殖问题。毕竟也不清楚他们算不算异兽，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就真是太好了。会说话的老鼠算异兽吗？吞噬完毕了，永业大陆江北防线，那先生站在城墙上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原始大陆的碎片已经彻底吞噬完毕了，当然具体作用得晋升至3级大陆后才能发挥出来。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这是个大事情，我已经向上汇报了，只待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便会拥有正统性。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抬头望向从高空中洒下来的丝丝金光落在他身上，而在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上，则是再次缓缓浮出一则信息：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他又再次望向黑暗科技树，此时科技树已被他点亮3个图标，分别是增加鬼矿诞生概率增加10%，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和所有弹药消耗降低10%。这3个分别代表了经济、民生、军事，而想点亮第4个图标，必须将这3个图片的分支线路点满。只是看着密密麻麻的图标，陈凡低声呢喃着：“黑暗科技原点获取极其稀有，这是可以提升一个势力底蕴的 buff 加成，大部分大陆能获得1点就不得了了，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全部点亮，甚至还有更大的可能根本就无法获得，又或是获得了无法使用等等。”陈凡突然微微一愣，他反应过来个事情：黑暗科技原点是有实体的，是一个极其小巧类似于钢珠的银白色光球，这意味着这个东西是可以交易的。其二，大部分大陆获得黑暗科技原点后都没办法使用，只有恰好找到了含有黑暗科技树的岛屿后才能使用，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大陆都无法明确这个东西的价值。那或许除了这个异兽培养阁之外，我再看看还有哪些需要的。新大陆1号据点城池的一座屋内，那个骨瘦嶙峋的老者正翻阅着手里的繁育商品册，而在对面，繁育商阁成员也在低头翻阅着蜀国商品册。这是黑鬼大陆势力的名字，名为蜀国。我看看，老者一边翻阅着手里的商品册，一边思索着。就在这时，咔，门突然被推开，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瘸猴紧随其后，当即将一枚玉简放置在老者面前。这枚玉简里所形容的商品，黑鬼大陆可有。陈玉主前来负责对接的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面色认真的起身行了一礼后，才拿起玉简良久后，瞳孔里闪烁着复杂光芒，抬头望向陈凡。有，但黑鬼大陆这些年来仅获取2个，获取方式极其苛刻，且直白一点来讲，至今尚未鉴定出其作用和名字。凡玉知晓其作用，开价。陈凡也没解释，直接干脆利落道：“这个我拿不定主意。”老者停顿了一下后迟疑道：“能否允许我和我们的蜀国国王陛下商量一下？”可以。陈凡轻点了下头，望向老者手里的传音符，眼睛微微眯起，手指在背后不经意的轻晃了几下，瘸猴瞬间会意退了出去。紧接着，在无名山后山的一座20级信号塔，则是快速设定了3个新关键词：繁育、永业大陆、交易。随着这个老者传音符刚刚挂断的一瞬间，陈凡便从瘸猴手里接过了一张纸条，上面清晰的写着刚才窃听到是老者和黑鬼大陆联系的大致通讯内容。通过通讯内容能知道，对方虽然不知道黑暗科技原点是什么，但知道价值很高。不过黑鬼大陆不打算藏着掖着，再高的价值也得发挥起来也才能生效。要卖，但是要卖个高价，能卖。在商量完毕后，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缓缓比起一根手指，面色认真且带着一丝恭敬望向陈凡。陈玉主，我们蜀国的报价是1粒100亿枚鬼石，这个价格或许是高了点，但比起获得它的过程，这个价格我相信并不贵。陈凡没有讲话。2粒黑暗科技原点，如果都给他的话，不但可以解锁第3个暗淡图标，还能点亮1条分支线路，他自然是想要的，只是这个价格得再谈谈，价格太贵了。
如果用百年灵米来交易呢？老者突然面色大变，你怎么知道？这是蜀国的核心机密。黑鬼大陆的蜀人，他们虽然觉醒了智慧，但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寿命只有3年左右。唯一能延长寿命的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服用灵米。只是灵米在黑鬼大陆一直是稀缺货，你们能有多少百年灵米？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眼里满是警惕的发问道：2吨吧，2吨百年灵米，换取这2个银色光球，如何？2吨！老者瞳孔骤缩，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用吨这个词来作为百年灵米的单位。起身跑至角落里和传音符嘀咕了半天后，才重新走回来。好，国王陛下同意了，1吨百年灵米换取1个银色光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不急。陈凡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些日子的贸易，我觉得樊玉应该还是有点信誉度可言的。这批百年灵米已有99年，还有1年尚可彻底成熟。你要不先将那2个银色光球给我，我等这批水稻成熟后，将这批百年灵米一丝不少盛上来。先赊吗？披着长袄的老者微微一愣，随后才下意识的继续走到角落里，通过传音符联系自己的上级。正常来讲肯定是不赊账的，但一方面是樊玉的信誉度确实不错，另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也很想要这批百年灵米。这次商量了足够久到这个极其瘦弱的老者身躯开始崩塌，紧接着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精致袖珍且小巧的手杖，胡须泛白。陈玉主，希望我的本体没有吓到你。在完成这次交易后，我们来往会更密切，彼此也会更信任。在此之前，我希望我们双方能更了解彼此。这只老鼠有些歉意道。一旁的瘸猴和樊玉商阁成员们有些大眼瞪小眼的愣在原地，尤其是樊玉商阁成员，压根没想到和自己谈了这么久的人，竟然是一个老鼠，还是那种胡须泛白、皮毛锃亮的民间大耗子。无碍，陈凡轻笑着，没有太多意思。通过情报窃听，他已知晓了所谓蜀国正是由一堆老鼠所组成的国家。和他们人类不同的种族，像是觉醒了灵智的异兽，但却有数量规模，并已成了气候。好，这只站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有些微微诧异陈凡的淡定，但还是面色认真的沙哑道：陈玉主，王已经同意了其要求，可赊账1年，我们会先行送来2个银色光球，1年后樊玉完成正式交付，但需总共交付3吨百年灵米，多交付1吨作为延时的补偿。可以。陈凡起身笑着伸出右手，答应的极其爽快。毕竟在点亮了黑暗科技树上的第2个图标之后，所谓需要100年才能诞生的百年灵米，其实1年就足够了。这次交易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半月后，陈凡低头望向手里的这2枚银白色光球，正是黑暗科技原点，终于到他手里了。毫不犹豫地点亮了第3个暗淡图标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黑暗科技树的3条分支，而分支中的一个通天柱图标吸引了他的注意。黑暗科技名称：通天柱射程加持，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射程延长至信号塔范围内，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的望向面板上这行字，如今他的信号塔最高范围可达100万公里，也就是说，通天柱不再是一个大陆内的武器了，这绝对是史诗级的加强。随后他看向了民生和经济2条分支，虽然都挺想点亮，但他看见了军事这条支线上的第2个暗淡图标面板，是一个蘑菇云。天老爷，没有谁能拒绝得了一个蘑菇云。虽然他猜测这个蘑菇云可能和他认知的蘑菇云不是一个东西，但他还是想看看。在取舍了一下后，他最终点亮了通天柱射程加持这个黑暗科技，而他也终于如愿以偿的看见了第5个图标。黑暗科技名称：蘑菇云，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通天柱可吸收城防建筑全力一击的伤害并储存，可储存50%的伤害效能，并在通天柱被启动时爆发出来，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的呼吸在看见这个黑暗科技后，都不由缓缓变得急促了起来。简单来讲，他用20级天道炮对着通天柱轰一炮，通天柱可将50%的威力储存起来，然后再在拥有超长射程距离加持后，轰向100公里之处。这他妈是什么黑科技？简直是军事霸权了！而且也很好的弥补了想要天道炮轰对方大陆必须装在非洲上，却只能一次使用变周毁炮王的弊端。不行，陈凡牙关紧咬，必须想办法再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这个黑暗科技虽好，但他现在没有多余黑暗科技原点用于点亮了，必须尽快再来一个。而刚启程不久后的老者正准备回黑鬼大陆，在路上便收到了来到樊玉希望购买更多那种银色光球的消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对方显得很急迫，这足以证明那个银色小光球真的是好东西，至少对对方极其重要。但没办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个东西，也无法鉴定，与其一直放在手里，不如高价交易出去。他们大陆已经没有了，只能去其他大陆问一问了。他们也乐得如此交易，毕竟这对他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大买卖。永业大陆玄武城内，一个男童抓着爷爷的手，指向不远处矗立在平原上一个直通天空的柱子，奶声奶气道：爷爷，我想去天上看看。好，爷爷带你去。身旁老者满脸宠溺笑着，牵起孩子朝那根柱子走去。这是樊玉打造的一个玄武天柱，直触天穹，没入云层，停留在柱子2侧延伸出来的平台，俯瞰整个玄武平原。只是今日不知为何，
玄武天柱入口处并未如往常一样排起长队，而是被拉起了一道警戒线。数个身穿梵域制服的成员正面色冰冷的双手背负在身后，拦住周围人群。官爷，这时老者挤进人群，望向一个面色冰冷的梵域成员，试探性的询问道：“老先生。”这位负责维持秩序的梵域成员摸了摸老头怀里男童的脸蛋，低声道：“今天上面来人视察，暂时不对外开放了，改天带着孩子来吧。”明白，明白。老者颤颤巍巍的道了句谢后，才将孩子放在地上，拉着孩子朝外走去。位于玄武天柱33层平台上的陈凡，将下方这一幕全都收入眼帘，嘴角微微上扬，轻笑着没有讲话。他自然是乐于看见民间和谐的，这意味着他治理有方。他脚下的玄武天柱，名义上只是玄武平原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但实际上却是梵域的第一次对外探索，对天空的探索。铜管可以一直累积，只要加以时间，就可以通过吊篮累积一个足够高的高度。正常来讲，从地面朝天上上升1万公里的高度，已经进入外太空了。但这座玄武天柱的高度已经来到了1.4万公里，而这个高度竟然完全没有进入外太空，甚至还发现了一个隐藏信息，那就是20级信号塔的有效传音距离100万公里，是平面距离。当高度超过1万公里时，便会失效。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距离地面1万公里高度的位置打造一座20级信号塔，让它的核导弹在1万公里以上的高度飞行，这样哪怕敌人有什么侦察手段，也发现不了。当发现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晚了。随后他来到通天柱最顶端，陈凡望向四周风景，走至边缘处，稍微身子前倾看了一眼，这里往下能看见的已经只有云层了，根本看不见地表建筑。没多说，他打造了一座20级的信号塔，安置在这处平台。几日后，站在江北防线上正发呆的陈凡，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开始嗡嗡发烫，是玄武城那边来的消息。在收到消息的一瞬间，陈凡眉头紧皱，没有丝毫犹豫，转身朝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一炷香后，陈凡再次出现在了位于玄武平原上的玄武天柱。就在这几日，玄武天柱已被修建至2万公里的高度，并且搭建了一个平台。他现在就站在这个平台上，只是此次联系他，却不是让他来搭建信号塔。在旁边的铜管顶端，10几个身穿制服的梵域成员正尝试性的继续往高处搭建铜管，只是当搭建上去的一根1米长的铜管立刻便化作灰烬消散。狱主，玄武城城主有些忐忑道：“你看这时。”陈凡眉头紧皱，看了一会儿后，才挥手示意周围的梵域成员退去，亲自重新制造了一根崭新的铜管，和最顶端的铜管所相连。他可以确定铜管没有问题，但眼前这一幕确实是他也不理解的。下一刻，他亲自打造出来的这根铜管也化作了灰烬，他有些不信邪，再次打造了一根崭新铜管，并且快速将其转换为虚幻铜管，但还是同样情况。内先生，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刚开口，内先生便缓缓凝聚在身旁，面色有些凝重的沙哑道：“陈凡，你好像发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事情，你再试试，能不能在这里打造信号塔？”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在这处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处，再次打造了一座信号塔。然而下一刻，这座信号塔近乎上半截全部化作灰烬消散在空中。他看明白了，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是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一切建筑无法打造。他有些不信邪，当即挥手，再次原地打造了一门20级天道炮，安置在平台上，消耗了9000万枚鬼石，一发轰入高空中。下一刻，轰！炽热光柱如同神罚般从平台上轰向高空。这回他看清楚了，他看清楚头顶上空在如此攻击之下，缓缓浮现出一层淡金色的气边形光幕。当光柱消散的一瞬间，附近头顶上空的光幕同样缓缓散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2万公里，这是天地的限制，可以随意发展，但唯独不能超过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这一旁的瘸猴和玄武城城主眼中浮现出一丝震撼，纷纷愣在原地，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有些受到了冲击。他们想过很多种原因，唯独没想过是天地限制了他们继续向上探索。少爷，有没有可能是雷雨海域？没可能。陈凡摇了摇头，他可以很确定不是雷雨海域，只因他这一炮轰出去后，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浮现出了一则面板：丁，你成为第一个接触到陨落天穹的玩家，成功触发成就直达天穹，奖励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很久违的面板，至少玩家这个字眼很少见，这是第2次见。第1次见还是很久很久之前，他打造了第1座满级建筑，触发了成就快人1步。这是第2次，在距离2万公里的高度，是陨落天穹，仅只是接触便获得了黑暗科技原点，这足以证明此地的稀有性。内先生，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轻声道：“你可听说过2万公里的限制？”完全没有。内先生摇了摇头，坚定道：“这个我可以确定。或许等永夜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我接收到更多隐秘消息后，会知晓这件事情。但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不过这个限制好像压根完全没有用，毕竟没有哪座大陆的建筑会超过这个高度。当然。”内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脚下的玄武天柱，永夜大陆的除外。永夜大陆实在是太爱探索了，轰碎了上去看看。陈凡轻声道：“咋可能？”内先生无奈道：“刚才不是试了吗？一发20级的天道炮，也仅只能让那光幕掀起一丝波澜而已，这就够了。”陈凡笑了起来，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朝一旁电梯走去，准备回梵域。玄武天柱短时间内没有来的必要了。
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这个光幕固然是他见过最强的防御，但毕竟还是掀起了波澜。能掀起波澜就意味着能受损，能受损就意味着肯定能击破。江北防线重新站在城墙上的江刚获得的一个黑暗科技原点砸在了军事支线上的蘑菇云科技，随后他才朝无名山后方走去。最近几日，通过冯奇亚大陆那边窃听来的消息，对方晋升3级大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3-5年内没戏，短时间内不会开战。他在想用天道炮轰开陨落天穹的得失，他不知道轰开后有没有好处，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要不要应该轰开。如果有具体信息告诉他上面有什么就好了。他从怀里掏出问天铃，不抱希望的随意摇了摇，又塞回怀里。但很快，一则消息让他突然僵在原地。陨落天穹是原始大陆的天穹，在原始大陆碎裂后，天穹陨落，形成无尽天幕。倘若能破开陨落天穹，便可吸收原始大陆一部分的天穹，使无尽原始灵气顺着缺口洒在大陆，形成一批黑渊。陈凡停住了前进的步伐，看来轰碎陨落天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看回答他应该只能轰出一个短暂的缺口，缺口不会一直持久。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多少门20级天道炮才能轰出一个缺口。不知不觉在思索着，陈凡已经走至无名山后山，先将脑海里的这些想法放在脑后，试试核弹头版的通天柱。很快，一根由无数白色线条所形成的一根1级通天柱缓缓凝实，下一刻，轰！旁边一座20级的天道炮，在经过短暂酝酿后快速启动，一道炽热光柱携带着不可抵挡之势轰向这根1级通天柱。黑暗科技蘑菇云没有限制通天柱等级，他想看看1级通天柱能否承受柱其伤害。这一道足以在大陆上留下满地疮痍的炽热光柱，在遇到通天柱时，宛如遇到天敌一般，被通天柱全部吸收进去，直至一滴不漏。陈凡默默地望向这根矗立在原地的1级通天柱，此时宛如太阳一般，散发着炽热的光芒，温度极高。1级通天柱也完全可以容纳20级天道炮全力一击。这是樊玉第一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要不是此时还没正式开战，他都想得冯奇亚大陆上扔一发看看效果。随后他又打造了一根20级的通天柱，并充能完毕。20级通天柱的满级效果是对非永夜大陆目标伤害提升2倍。至此，樊玉拥有了2个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然而，正当他准备开始在海域里试爆时，怀里的传音符响了，是来自冯奇亚大陆那边的急报。狱主，冯奇亚大陆的人刚才抓到了我们在城内的人，按上了一个打探情报的罪名，执行鞭刑后送了回来，请问如何处置？有点意思。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上次冯奇亚大陆赔付他的50亿枚鬼石他没收，就放在了冯奇亚大陆，时不时派人过去清点鬼石数量的同时，打探冯奇亚大陆情报，一直相安无事，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人在干什么，也无人敢动他的人。但此次突然试探，是发生了什么？冯奇亚大陆想主动开战，先治伤，然后谴责对面的做法，让对方给一个说法出来，并明确告知一炷香后不给樊玉一个说法，樊玉便会给冯奇亚大陆一个说法，每隔一炷香给一个说法，直到冯奇亚大陆给出说法为止。传音符对面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沉声道：收到，狱主。在挂断传音符后，陈凡才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望向面前这2根已经充能完毕的通天柱，这下有可以试爆的地方了，顺便还可以试试通天柱的巡航能力，一举两得。冯奇亚大陆，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坐在王座上，面色阴沉地敲击着扶手，像是在等待什么信息一样。周围一众臣子无一人妄动，整个宫殿内显得极其压抑，寂静无声。冯奇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只差最后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和一枚大陆核心便可完成晋升。隐藏天道赐福还好说，但大陆核心他们完全不知该如何获得。最后经过智囊阁的商量，觉得既然名为大陆核心，那肯定是一座大陆凝聚的核心，理所当然应该彻底摧毁或占领一座大陆，方可获得。说白了就是要开战。不过既然要开战，那就肯定要找一个软柿子，周围都是些底蕴未知但极强的老牌2级大陆。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将目标定为樊玉，一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新兴势力。虽然智囊团评价下来略强于自己，但现在想要晋升至3级大陆，那就不得不打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快速走进大殿，单膝跪地，沉声道：樊玉回应了，樊玉谴责了我们的做法，并让我们给出说法。一封书信被快速递上来，冯奇亚大陆之主在看完这封信后，紧皱的眉头突然缓缓舒展了开来，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将书信拿在手中，望向下方一众臣子，笑着道：都传阅看看吧，文绉绉的读起来很有意思。樊玉终于露怯了。按照往日行事作风，不是应该派出一艘装载着天道炮的非洲前来轰一炮吗？现在却是要我们一炷香内给出一个合理解释。都下去准备准备吧，战前准备。片刻后，大殿内一个侍卫汇报道：圣上，我们距离新大陆最近的一座载具工坊，此时已经生产出了数十艘非洲，每艘非洲上都安装了一门20级天道炮，随时可起飞。智囊阁早已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闪电袭击樊玉新大陆，在樊玉未反应过来之前，以最快速度占领摧毁新大陆，以获得大陆核心，并将大陆核心带回冯奇亚大陆。圣主，相关粮草兵马早已暗中调动完毕。圣上，下方的臣子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这些日子樊玉的威慑压着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今日终于畅快了一回。好，听着下方一众臣子的汇报，坐在王座上的老者也是颇为畅快的捋
着胡须，那就等一炷香。樊玉不是说若逾期未达，当以一言相告吗？此言过后，每过一炷香，樊玉便添一言。我等就静坐在这里，看看那樊玉一炷香后能给个什么言。甚好，甚好！大殿内顿时一片笑声，显得其乐融融。与此同时，冯奇雅大陆边缘地带，一个暗阁成员沉默许久后，才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另外几人，樊玉谴责了冯奇雅大陆的做法，希望冯奇雅大陆给出一个说法，并无开战的打算。闻言，众人皆陷入了沉默。狱主不是一直找一个开战的理由吗？怎么会这样？男人也沉默了下来。他是樊玉暗阁第一批老成员，他知道狱主一贯的强硬作风。或许现在的樊玉需要的是发展，不是战争。狱主要操心的事情有很多，不仅仅是冯奇雅大陆。随后，他望向一旁缓缓燃尽的一炷香，从怀里掏出传音符。一炷香过了，冯奇雅大陆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先回禀狱主，让狱主决断。就在这时，原本被油灯点亮、有些昏暗的帐篷内，突然变得极其亮堂，有刺眼强光顺着帐篷缝隙涌进帐篷内。紧接着，光线越来越亮，帐篷内也越来越亮。三人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冲出帐篷，抬头望向空中，只见远处海面上一根散发着炽热强光的通天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冯奇雅大陆激射而来。速度极快，其携带的恐怖威力，哪怕只是惊鸿一瞥，也能清晰感觉到灵魂深处所传来的那种恐惧。等等，这个脸庞棱角分明的男人僵在原地，身子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我好像知道，狱主说一炷香内冯奇雅大陆不给说法，就给冯奇雅大陆一个说法。这句话里的说法是什么了？而这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所散发的光芒照在海岸线上，将整个海岸线照得无比通亮。轰轰轰，伴随着炮鸣声，无数道猩红光柱从冯奇雅大陆地面轰向高空。这是冯奇雅大陆的防空炮群，企图拦下这道突如其来的袭击。然而，这道光柱的速度太快了，这些猩红光柱根本来不及拦截，便被远远甩至身后，直至这道炽热光柱一路深入冯奇雅大陆，落在一处深山里，哪怕距离数百公里，也能清晰地看见大量火光冲入高空。紧接着是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数息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天边传来，地面都在隐隐震动。没有人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但所有人又都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驻扎在冯奇雅大陆的樊玉暗阁族长，此时正满脸震撼地望向远处高空那朵蘑菇云，并手持匕首，眼里闪烁着警惕，望向不远处看守鬼石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战了。他还没收到具体命令，不能轻举妄动，一旦收到正式开战的命令，或者是自由还击的命令，便是到了他们出手的时候了。而对面的那些士兵，冯奇雅大陆派下来负责看守51枚鬼石的那批士兵，此时也有些茫然地望向远处那朵蘑菇云。这是天道炮？不对，他们根本没见非洲使过。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攻击手段？为何是他们从未看见的？开战了！冯奇雅大陆核心处，一道急促的声音从殿外响起，打破了殿内谈笑风生的气息。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面色焦急地冲了进来，如此慌张，成何体统？正坐在王座上的老者此时面色微微有些不满，有什么消息呈上来便是，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急什么？说什么事儿？距离樊玉驻扎大陆区域278公里的深山载具工坊，在刚才遭到不明势力的打击，2座9级载具工坊被毁，刚生产出来的非洲尽数被毁，那些已经安置了20级天道炮的非洲也尽数被毁，驻扎在该工坊的数万余人全部蒸发，方圆近百里，沦为废墟。话音落下，大殿内顿时一片鸦雀无声，变得极其寂静，空气冰冷的像是能滴出来水来。冯奇雅大陆之主坐在王座上，面色渐渐难看起来，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扶手。他此时自然已经知道给他们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了，是什么攻击手段可以跨越如此之远的距离，轰到他的秘密载具工坊。通天柱？不对，通天柱没有这么远的攻击范围。天道炮？也不对，没有非洲深入腹地。根据情报，是一道速度极快的炽热光柱，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比白昼都亮，不妨在岸边的防空炮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是来自于樊玉的威慑，对自己军事火力的展示，以及对情报能力的展示。这座载具工坊是秘密打造的，为了就是在不被任何人所知晓的情况下，打造大批非洲对新大陆发起突袭。这樊玉又是怎么知道的？如此隐秘的情报，是樊玉那几个人就能探测到的。大殿内所有人都有些坐立不安。樊玉既然知道他们的秘密载具工坊，那说不定也知道他们这里的位置。万一同样手段给他们这里来一发，那他们就可以宣告全部升天了。别急，哪怕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事，冯奇雅大陆之主眼睛紧闭，沉默了许久后才睁开眼睛，沙哑道：“樊玉驻扎在海边充当眼睛的那几个人，不可能收集到如此隐秘的情报。更何况，我们这些日子有意无意的对那些人泄露了不少假情报，那边应该正在核查才对。这个信息肯定是从其他地方泄露的，可能是一种来自高空的侦测手段，也可能是对传音符的一种窃听，又或是其他。从现在开始，尽量进入陌生状态，使用传音符时少透露重要情报，对一些暴露在天地间的建筑进行隐蔽处理，并且快速整理一门传讯专用的暗语，对樊玉求和，看看樊玉什么态度。如果樊玉非要打，不给我们一丝喘气的机会。”呼，老者轻呼了一口气后，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残忍。那就打，和樊玉拼了！老子倒要看看樊玉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打。是，台下一众臣子纷纷响应，随后快速退去。在所有臣子都退去后，老者才突然软了下来，靠在王座上，眼里闪过一丝无助。当着一众臣子面，他不能显得太软弱，但真要彻底打起来，结果是什么？真的不可知。至少樊玉这种手段，他就从未见过。
还不错。樊玉、陈凡略微满意的听着耳边的汇报，刚才发射的是一根1级通天柱，威力他觉得很不错，最主要的是射程范围极远，可以跨海域打击到敌人。现在该试试这根20级的了，看看通天柱的满级效果会不会附加上去。如果会附加上去的话，那威力会变得更大。就在这时，狱主冯奇雅大陆来信。待会儿，陈凡摆了摆手，止住身旁人的汇报，随后才大手一挥，那枚矗立在无名山后方的20级通天柱缓缓拔地而起，并且快速升空，直至没入1万多公里的高空中，随后才朝冯奇雅大陆的方向激射而去。这回轨迹不一样，上一根的发射轨迹是低空发射，能让冯奇雅大陆清晰地看见发射轨迹，而这次是升入高空，然后在抵达目标区域的时候，从高空以俯冲角度直冲下，2发不一样的通天柱，试试效果，大概会总下关键信息。那边求和，愿给予战争赔偿。可以，允了。陈凡咂巴了下嘴，笑了起来，再加一句，就算在收到这封书信之前，一炷香时间又过了，马上就要抵达冯奇雅大陆了，请那边做好接收准备，免得误伤。挺好。他刚想准备试爆，冯奇雅大陆就跳了出来，给了他一个完美的试爆目标，一切发展的就像提前计划好一样，马上就能知道2根通天柱有没有差距了。不过他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按理来讲，冯奇雅大陆如今最重要的应该是早日晋升3级大陆才对，为什么还会主动挑衅他们？晋升3级大陆的任务和挑衅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吧？难道是什么隐藏天道赐福，或者是某个建筑需要挑衅他们？这个得看看能不能抽到相关消息。另外一边，这樊玉他妈是什么意思？坐在王座上的冯奇雅大陆之主终于忍不住的怒骂了起来，但还没等他骂出口，一道急报再次传来：西部大型粮仓被毁，里面所储备的粮食和相关种子，供整个大陆的人生活10年，刚才遭到不明攻击，死亡人近万人。知道了。冯奇雅大陆之主有些疲惫的沉默了许久后，无力道再次给樊玉发起一阵求和信，并且派人去慰问樊玉驻扎人员，给予看望和赔偿，并且让智囊阁的人尽快分析出这种攻击手段如何抵御，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再吩咐下去，短时间内和樊玉以和为贵，不要招惹樊玉。竟然是一座粮仓吗？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有些感慨的抬头望向前方海域，战争真是亏本啊！他一个携带了核弹头的20级通天柱，需要大概5亿枚鬼石的消耗，竟然仅只是轰没了一座粮仓。不过从这一次从实验也见识到了20级核弹头的威力。而与此同时，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消失许久的魏魏正趴在玄武天柱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上，抬头望向头顶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虚无，又偏头望向自己身旁那2头巨大的鳄鱼，灯笼大小的眼睛里散发着茫然，像是在说：真的可以吗？他真的可以吗？魏魏旁边那头体型较大的雄性鳄鱼此时一本正经地瓮声道：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是万里挑一的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这个所谓的什么陨落天穹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但只要是阵都归魏魏你管。樊玉不是准备用天道炮轰开这个陨落天穹吗？你这个时候要是能率先破开这个，那就是一大功了。快，爹已经给你算好良辰吉日了，就是现在，现在一找下去必能破阵。光宗耀祖时刻就在此时。听着老爹的一番长篇大论，魏魏有些不确定的偏头望向一旁体型较小的鳄鱼，也就是他妈妈。只见这头鳄鱼颇为人性化的点了点头，听你爹的。魏魏低吼了一声后，才张开血盆大嘴深吸一口气，腹部微微鼓起，整个人宛如原地弹射一般，瞬间击射在空中，重一爪拍向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就在这一爪即将落下时，空中浮现出了结界，由无数个七边形组成的天地结界，覆盖了方圆数千米。啪！魏魏低吼着全力一爪拍了上去。然而以往无不利的破阵手段，在这一刻仿佛失效了一般。以前无论是什么阵法，在魏魏面前都是一爪破之，如今这个陨落天穹结界却仅微微一颤，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魏魏摔在地上，有些失落的呜咽了一声，显然想要靠他拍碎这个陨落天穹有些不现实，振作一点啊！身旁那个体型较大的鳄鱼有些恨铁不成钢道：你好歹也是樊玉兽阁之主，樊玉高层之一，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遇到点难题就放弃了？昔日狱主用天道炮轰向结界所造成的效果，不也是微微一颤吗？已经很可以了，你这一爪相当于帮樊玉省了数亿枚鬼石。来，继续，几十次、数百次之后，说不定就可以了。魏魏闻言又重新振作起来，眼里散发着亮光，抬头盯着空中那缓缓消散的天地结界。就这样，在这个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凸起平台上，一条鳄鱼不断弹射跃在空中，用自己粗壮鳄爪拍向结界，而在旁边是2条不断鼓励加油打气的鳄鱼，3条鳄鱼再次显得极其热闹。狱主魏魏那边暂时还没什么进展传来，陈凡如许久前的雨季那般一样，在城墙上搭了一把摇椅，晃晃悠悠地坐在摇椅上翻阅着手里的书籍，听着身旁王奎的汇报，有一搭没一搭的随意点着头。他没阻拦魏魏，毕竟魏魏身为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或许可以有奇迹发生，只是现在看来不着急，不用过多关注。陈凡低头望向手里这本画本，有些漫不经心的随意道：如今他得到的信息，魏魏一巴掌可以使得陨落天穹微微发颤，和他一发天道炮的威力差不多，刚好可以让魏魏试试陨落天穹的结界机制，比如这个结界是有一个承受伤害上限且不会恢复，那魏魏只要消耗的时间足够多，总能破开这个结界。
结界，但如果这个结界会自我修复，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一个临界值，那就是消耗时间再多也没有意义的。具体哪种机制，他暂且不了解，但等微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得出答案了。明白。站在一旁的王奎应了下来后，又再次汇报道：梵域第1届春考即将开始了，共9门学科，选出9个榜首。第1届春考举办地点就在江北樊城，于3日后正式开始。已经有很多学子赶往樊城，并且这些日还有陆陆续续的学子赶往樊城。陈凡点了点头，轻声道：梵域春考是选拔人才的大事，决定着梵域的中层根基，必须重视。第1届的9个榜首要让其位居高位，除了榜首，那些名次靠前的人也要给一个不错的岗位，提高春考的地位，让所有人都清楚，只要参加春考并取得一定的名次，便有一个足够广阔的未来等着他们去大展拳脚。明白。随后，陈凡才伸了个懒腰，有些慵懒的从摇椅上起身，来到无名山，准备朝1号洞穴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心中感到一阵异动，抬头望去，便看见头顶有祥云在凝聚，一道由无数金色光点组成的瀑布正缓缓将他笼罩进去。下一刻，他看见灵魂深处浮现了一则面板：梵域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文化诞生。文化诞生，有一部文学作品或音乐作品诞生于民间，并流传整个大陆，被一定人所知晓。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陈凡微微愣在原地，这倒纯属意外之喜了。得益于私塾的普及，一些文人写的话本在民间流传，这也让永业大陆开启了新的文化新时代。而且他压根不知道2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是什么，这完全就是无意间完成的。几日后，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梵域的第1届春考。告示牌下，一众人讨论着滔滔不绝，各有各的想法。而乔装打扮的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人群外围，单手拄着手杖，眼里带着笑意望向眼前这一幕。少爷。站在陈凡身后的瘸猴低声道：目前来看，百姓对这次梵域春考热情还是挺高涨的，应该能筛到不少人才。陈凡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人才储备是必要的，不过在永业大陆，在筹备第1届梵域春考之际，一艘非洲正在毫无边际的海洋上空缓缓飞行。非洲甲板上，一个身穿梵域商阁制服的男人此时正面色凝重地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身为商阁州长，承担对外探索的任务，但此时他却遇到一场危机。所在非洲芥子市内鬼石储备充足的情况下，非洲速度突然骤降，直至降至一动不动。他第一时间便尝试联系梵域，但传音符无法使用，通讯被强制切断。毫无疑问，他被困在1000米高空中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虚空沼泽里，无论是上升下降都无动于衷。此时留给他的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探索。就在众人商讨如何应对时，前方云雾渐渐散去，他看见了一座面积不算大的岛屿。走，寻巴，你负责留在非洲，我们在天黑前赶回来，你负责接应，若看见魂雷爆炸，立刻逃离。周长深吸了一口气后，下令非洲降落在这座岛屿上，并快速绘制着手里的鬼皮地图上，标注了一个点，示意这里有一座未知岛屿，这样哪怕他死了，等梵域其他人来到这里捡到他的鬼皮地图后，也可补上这一片海域的未知缺口。他不知道这座岛屿里有什么，但显然非洲在下降至这座岛屿时可以正常下降了，没有那种被阻拦的感觉。很快，非洲落在岛屿边缘，随后从非洲上走下来的4人，面色警惕地乘舰使队形朝海岛中央逼去。注意警戒！走在最前方的中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柄袖珍火炮，走进一片枯萎气息的丛林。为首的中年男人抬头望向头顶那至少有40-50米的枯树，没有树叶，正值黄昏，那一根根光秃秃的树枝看起来宛如张牙舞爪的幽魂一般。男人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跟在身旁的3人也无一人讲话，面色都有些紧张。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在梵域的记载里根本就没见过这种地方，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走在最前面的州长将火炮拎在手里，不断巡视着四周，地上没有一片落叶，也没有落叶腐朽的迹象，这意味着这片丛林很有可能一直保持着这种腐朽衰败的姿态。安静，极其安静，没有鸟鸣声，没有蟋蟀叫声，没有爬行动物划过泥土的声音，也没有野兽乱窜的声音，除了他们几人的脚步，几乎听不见任何一道其他声音。不知是不是错觉，又或是紧张所导致，他总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大，如雷声砰砰响起，近乎震耳欲聋，神经也在这一刻紧绷到了极点。下一刻，一道近乎不可察觉的异动在几人左侧响起，但在如此寂静的情况下，这点异动几乎瞬间惊醒几人。轰！几乎同一时间，4人齐齐转身，动作干脆利落地掏出手炮轰向左侧，猩红光弹射出，泥土被翻起，附近的几棵枯树也轰然倒地。谁？周长嘴唇微微发颤地低吼道：“一发手炮就需要消耗500枚鬼石。”但此时也无人在意这个消耗，无人回应。在确定没有动静后，几人才小心翼翼地朝左侧移动而去。除了看见几个被轰出来的弹坑后并无异动，就仿佛他们产生了幻听一样。带队的州长没有放下警惕，这肯定不是幻觉。不知不觉，天色变得更暗了，永夜马上降临了。糟糕的是，这已经超过了他们预定返回非洲的时间。不知为何，时间流速感觉快了许多。这个时候肯定回不去了，需要原地驻扎。原地驻扎！州长面色警惕地下令道。身后一个手下闻言，下意识摸向身后，那里有用绳索所捆着的鬼火。但当他手摸到后背时，突然面色大变，声音开始发颤。
州长随身携带的3级鬼火不见了。说罢，州长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大步走到这个手下身后。此时背后哪还有被捆起来的鬼火，只有被切断随风飘荡的绳索。下一刻，其中一个男人精神彻底崩溃，满脸恐惧，高吼着朝丛林外快速狂奔而去，想要在天黑前逃回非洲。回来，州长有些焦急地低吼着。然而，此时这个男人已经失去理智，充耳不闻的埋头狂奔，还发出一股夹杂着哭腔的吼叫声。州长也没再阻拦，只是面色难看的低头快速思索着。阁主曾经说过，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急。阁主当年能2次穿过雷雨海域，他就也能从这里活着出去。首先，他原本计划是在天黑前赶回非洲，但不知不觉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就算朝海边狂奔，都赶不回去了。如果不是时间流速被加快了，那就是某种生物或者说鬼物影响了他们的认知，让他们不知不觉度过了黄昏。再加上那么重的一个鬼火从手下后背上消失，手下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更可以证明一点，所以左侧一开始的动静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其真实目光是夺走他们的鬼火。为何要夺鬼火？因为天要黑了，但能轻易割断10级缆绳的鬼物会惧怕鬼火，江北荒原上稍微强一点的鬼物都可以冲击鬼火，雨季里更是几乎只要是个鬼物都敢冲击鬼火。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2个可能，要不是一个实力极强大的鬼物有某种恶趣味，准备慢慢在永夜里折磨死他们，让他们死在极致漆黑中，要不就是这个鬼物攻击性极强，但防御性极弱，且无法靠近被点亮的鬼火。如果是前者，他们认了；如果是后者，那他们就还有一线生机。只是他看了眼身旁的2个手下，此时不能将他的推测讲给2人听。那个鬼物此时大概率就藏在暗中，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他只能尽量安抚，望向周围快速暗下来的光线，尽可能的平静道：从现在开始，我们3个人背靠背吗？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听我的。我会像狱主当初带着阁主离开江北雨季，和阁主当初带我穿过雷雨海域一样，带你们离开这里。他的视线紧紧望向丛林深处。既然老姚跑了，他在等老姚的魂雷响起。如果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个鬼物防御力极弱，或许会直接被老姚的魂雷炸死。只是久久都没听见有爆炸声响起，难道那个鬼物没去追落单的老姚，又或是并没有第一时间杀死？魂雷只有在死亡后才可引爆，无法主动引爆。他其实不聪明，不算是个聪明人。最开始他是江北城野狼帮的，但此时他身为州长，他必须强迫自己想出一个办法来。就在这时，永夜袭来了。他看见浓郁的黑暗如往日一样从天边快速袭来，眨眼间便笼罩了整个岛屿。他轻呼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鬼火的保护下站在永夜里，那种极致的漆黑，哪怕是闭上双眼所带来的压迫感，也令他呼吸不由加快。他感受到了另外2人的后背紧贴着他，也在发颤。别慌，别慌，他像是催眠般的安慰着自己，并且紧紧握住手里的手炮，对黑暗中那个未知的鬼物做着侧写。一个孤独的鬼物无法离开岛屿，岛上没有任何生物，也没有人路过这里，极其无聊，不知存在了多久。这种情况下猛然看见有人类登岛，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杀死，而是慢慢玩弄，来打发无聊。而他要抓住的机会，就是对方不打算第一时间杀死他，想要玩弄他的机会。就在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夹杂着一丝顽童的取笑声。脖颈先是一阵冰凉，随后才后知后觉地传来一阵刺痛，温润的血液缓缓流下，伤口不深，更像是满眼爱意但却是女鬼身的妻子对丈夫的抚摸，温柔且致命。男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站在原地，双眼紧闭，像是入定了一般。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神经如此集中过，他甚至有空杂想，他曾认为自己在面对死亡时，或许也会恐惧会崩溃，但没想到他表现得如此镇定，他都有些佩服自己了。下一刻，再次一道微风拂过，这次是右手臂，衣服被撕裂的声音响起，或许是他表现得最镇定的缘故。黑暗中的这个鬼物并没有伤害其他2人，反而是一直盯着他。这次他在隐隐约约的笑声里听见一丝不满，就像是人类用水圈起了一只蚂蚁，想要看蚂蚁四处碰壁，结果蚂蚁却待在原地视若无睹，一动不动一般。那种高级生物面对低级生物并没有按照自己剧本去发展的那种不满。很快，微风再次拂过，这次有了破空声，他腹部多了一道皮肉绽开的伤口，这道伤口要重不少，鲜血开始控制不住的狂流不止。然而男人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嘴角因剧痛下意识抽了抽，甚至都没有从怀里掏出治疗伤势的祭坛水。在大自然界，有很多生物在被自己强大敌人所捕获时不会挣扎，像是在等死般任由啃食，所等的就是敌人所放松的那一刻，爆发出所有余力，瞬间逃跑。他此时便是如此。微风再次袭来，多次袭来，速度和频率都越来越快。然而他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一开始的隐隐笑声，直到现在已经能嗅到一丝愤怒的意味了。显然这个鬼物并不满意他的猎物这个反应，终于不再是微风袭来，而是实体。他感受到了实体触感，几乎一瞬间，双眼紧闭的男人手臂快如闪电般猛地刺出，伸向前方握住了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大脑没有任何思考，右手握着手炮对向前方，扣动扳机开火。轰！爆炸声响起，他感觉到手里握着的东西突然软了下来，还有粘稠的液体溅射在他身上，来不及过多反应，再次扣动扳机，直至手里握着的东西彻底软下来。男人这才松开手，
继续站在原地耐心等待着。数十息后，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将其中的祭坛水喝进肚子里。老大，你还好吗？身旁一个手下有些声音发颤的开口问道。虽然因为黑暗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但通过声音，他们能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还好，男人声音沙哑的缓缓道，继续警惕，黑暗里不一定只有这一只鬼物，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杀死了一头什么鬼物。但可以确定的是，防御确实很弱，和他所猜测的一样，只要手炮正面命中，几乎可以一击毙命。而对方攻击力极强的同时，速度也是极快。极致的漆黑中，只有3人微弱的喘气声。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的黑暗如潮水退去般快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远处缓缓升起的朝阳。下一刻，除了周长之外，剩余2人几乎是瞬间瘫痪在地。这是精神高度紧张了1个晚上后，彻底来到了极限的征兆。此时，这个为首的男人才看清楚在面前弹坑里的那个鬼物，像章鱼一样的存在，软绵绵的一滩，地面上散落着粘稠的液体，有数十根触手，旁边还跌落了数枚鬼石和一件他看不懂的异宝，是令牌状的。他快速将地面上的所有东西全都捡起来，快速收进怀里。令牌状的异宝往往价值不菲。与此同时，高空隐隐传来一道闷雷响声，紧接着，只见一场绿色大雨突然笼罩了整个荒岛。紧接着，那些不知枯萎了多少年的树木，在这绿油油的翠雨下，像是被灌溉了生命源泉一般，稀稀疏疏的快速长出大片大片绿叶。眨眼功夫，整个森林布满绿色气息。不仅仅如此，高空之上，这场翠雨在空中形成了一串文字，是他们看不懂的文字，但却能清晰看到其表达的意思。他曾经见过这种文字，那是永夜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时所出现过。崎岖岛成功被占领，占领势力永夜大陆繁育，占领人永夜大陆繁育商阁17组州长张太平。男人呆呆地抬头望向眼前这一幕，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听见一阵地动山摇。只见一座高达数十米的石碑，宛如小山一般，在满是鹅卵石的海滩处从地底缓缓升起。耳边的手下也传来夹杂着喜悦的急促声：“老大，传音符恢复正常了，已联系上繁育，立刻汇报我们所经历的，和当前坐标。”是永夜大陆。陈凡正站在樊城的城墙上，望向不远处荒原上那个拔地而起的巨大石碑，足足有数百米之高，碑名“开辟榜”，其上只有一行字，记录着岛屿名字、占领岛屿的势力和领队的州长。此时距离繁育第1届春考还有2日，他正留在樊城，大部分精力放在春考上。正忙碌时，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在不断闪烁，成功探索到第1座稀有岛屿，完成了探索世界第1步，将一枚天道石。紧接着，他便感觉到樊城外在地动山摇。当登上城墙时，便看见一座巨大的石碑拔地而起。身旁王奎已汇报完了消息，他已知道了缘由。昨夜，商阁一队外出探索人员发现了一座稀有岛屿，并成功占领，为繁育占领了第1座稀有岛屿，在位于新大陆0.6万公里的地方，名为崎岖岛。狱主王奎又收到了新的消息，从怀里掏出一张牛皮纸，快速递了上来。这是商阁17州州长传回来的信息，在那座崎岖岛上也升起了一座石碑，这里是石碑上所刻录的信息。陈凡接过，低头望去，稀有岛屿崎岖岛，岛屿品级绿色，岛屿效果被繁育亲手埋葬在这座岛屿的所有生灵，在经过漫长时间后，都有较低可能重新复活，需保持尸首至少30%完整。该品类稀有岛屿只会在大雾天有概率显现，且只对10人以下开放。登陆岛屿并杀死驻岛鬼物，便可占领该岛屿。岛屿可转让、攻陷等。人生之路多崎岖，唯有自渡方成佛。他眼睛微微眯起，一座绿色品级的岛屿，绿色品级不算太高，放在1堡里已经跟不上繁育的发展了。但如果是一座稀有岛屿的话，这个品级就另说，至少这个效果他很喜欢。鬼皇95拥有复活自己手下的手段，这个手段他一直很羡慕，如今他也有了。哪怕概率较低，但只要有一定的概率，便意味着哪怕死后也拥有了希望。那些为繁育战死的人，在临死前也不会特别绝望，也会有希望有朝一日重返繁育。这是一座墓地岛屿，也是繁育探索到的第1座稀有岛屿。天空响起闷雷，他抬头望去，一场范围极小，仅仅将他一人笼罩进去的金色大雨洒落了下来。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再次浮现出了一道信息：繁育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探索世界，探索世界，探索到任意一个稀有岛屿或特殊地形，将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又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完成了。他原本是等春考结束之后去开辟陨落天穹来完成这个隐藏天道赐福的，没想到下面的人提前完成了这个隐藏天道赐福，又获得了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如今看来，应该是2级大陆的5个隐藏天道赐福，每个完成后都能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他已经有了2个黑暗科技原点，还未使用，可以升1升经济了。陈凡那先生不知何时缓缓凝聚在身旁，望向不远处那座数百米高的巨大石碑，恍惚道：“这是开辟榜，天地自然形成。当这座石碑形成，就意味着所属势力已经成功探索到了第1个稀有岛屿，算是正式迈向这个世界了。接下来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希望你已做好了准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默默观察着繁育的发展状况，最大的感触就是快，太快了，几乎每时每刻繁育都在快速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和他以前所在的那座大陆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死气沉沉的感觉，是一种哪怕生于黑暗中亦生机勃勃的感觉，是好事，但也不是好事。这种速度发挥再下去，迟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大战一触即发不可免。他害怕繁育战败，害怕看见永夜大陆重新生灵涂炭的那一天。
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望向下方的一切。无数百姓正拿着传音符将开辟榜上的信息传到永业大陆各个角落。那个叫做张太平的繁育商阁17组的州长一夜成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并且这个名字会永久被刻在这座开辟榜上，所携带的荣誉那更是无法估值。待张太平归来，他肯定会给予一笔钱财奖励，有荣誉，有名声，有权财，这就是商阁的魅力。只要你运气足够好，实力足够强，能探索到一座新大陆或新岛屿，就什么都有了。从原本的默默无名之辈，一夜之内名彻天下。一时间，他甚至听见了城内无数年轻人的喘气声，那是一种激动向往的喘气声。有什么吸引力比一夜成名对年轻人吸引力还大吗？有谁不想鲜花簇拥，人尽皆知？原本很多准备参考的年轻人心中都有所想加入的部门，但此时在经过这件事情，不少人都在开始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商阁了。目前来看，要想建功立业，还是得去商阁啊。崎岖岛上的张太平已在返程路上，但路途遥远，短时间内还回不来。陈凡此时已回到无名山后方，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规划着繁育领土。目前繁育所占领的领土已经有永业大陆、护翼大陆、新大陆这3座大陆，以及崎岖岛屿这4个地盘，相距都较远。就在这时，耳边里的传音符突然响起少秋的声音：“狱主，繁育暗格捕捉到，在永业大陆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对狱主你可能不利的信息，说你是傅氏母，是个屠夫昏君。目前传播范围主要在永业大陆东部，传播范围不广，相关人员已控制起来，已经在审讯了。”正独自一人坐在树杈上躲了个清静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黑历史，他也不例外。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怎么会突然翻出来？而且他没弑父弑母，父是齐越亲手杀的，而弑母更是无稽之谈了。但这种事情不能解释，越描越黑，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突然冒出来，必有源头。就像这些流言蜚语，也必有背后人在操控。只是永业大陆还在保护期，其他大陆的人不可能穿过雷雨海域，就算穿过雷雨海域，也在保护期内无法登陆。也就是说，传播谣言蜚语的人是永业大陆上的自己人。有答案了，再来找我，明白？然而，意外这种事情不会一件一件的来，等你解决好了一件，再来一件，而是接踵而至，令人反应不过来。高空中再次传来一道闷雷炸响，紧接着，无数云朵在空中开始不断扭动，并形成一行字：永业大陆已突破封锁，寻到一处稀有岛屿，保护解除。在看见这一幕后，他内心突然咯噔一下，涌出一阵不安感。果不其然，下一刻传音符里便响起新大陆那边传来的急促消息：狱主，雷雨海域彻底崩塌，所囚禁的大批鬼物溃散，鬼潮冲击的方向是永业大陆，并未前往新大陆。陈凡面色凝重的远眺天边，隐隐间仿佛已经看见大量恶臭涌向海边。永业大陆的保护期还有2年，这些鬼潮肯定无法影响到繁育。只是他没想到雷雨海域会突然碎裂，而且他都认为雷雨海域是一种囚禁，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一种保护，对永业大陆的保护。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他只看见永业大陆有保护，其他大陆怎么没有这种保护？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些鬼潮暂时没有去新大陆。紧接着，一道道消息急促传来，基本都是雷雨海域突然碎裂的消息。他布置了大量哨岗，用于监视雷雨海域的动向。此时，大量哨岗正不断传来消息，直至夜深，永业大陆已被大批鬼潮彻底围了起来。别过来，滚开！他们亲手将自己的老大送入大海，随后非洲拉至最快，驶向黑暗远处。有数千艘非洲正在快速靠近新大陆，预计天亮抵达。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这是王麻子说的，真正的男人哪怕临死前也是要笑得死。江北防线上，近黄昏，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数千米远被隔绝在外的大批鬼潮，数量之多令人发指，而且通过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哨塔都能知晓，这批鬼潮的实力要更强，远超昔日皇族。少爷站在身旁的瘸猴有点紧张的沙哑道：2年后保护期结束之后，怕是要迎来一战。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战就战，樊玉只是不愿战，但并不惧战。这批鬼潮虽然看起来数量极多，实力极强，但天道炮齐射一波，差不多就清理得七七八八了。他肯定不会等保护期结束才开打，那样就不好控制了。夜深时，雷雨海域碎裂这个消息也被冯奇亚大陆所收到，必须搏一搏了。这是上天给机会。冯奇亚大陆之主因紧张开始在大殿内不断度补，良久后才有些恍惚地瘫坐在大殿上。1个时辰前，他已下令秘密非洲部队即刻起飞，携带天道炮前往新大陆，以最快速度占领新大陆。自从樊玉上次展现了那种夸张到极致的手段，他就怕了樊玉。他知道樊玉也不想开战，是对方正在发展中，一旦对方结束发展，第一个开战的目标便是他们冯奇亚大陆，所以哪怕再怕，他也必须得谋一线生机。如今他等到了一个机会，趁雷雨海域碎裂，樊玉所有心神都被雷雨海域碎裂所牵动时，不惜一切代价轰炸新大陆，快速占领新大陆，然后凝聚大陆核心，晋升至3级大陆，从而一举奠定胜局。这次他是拼了命的。3000艘非洲近乎底蕴皆出。陈凡啊，陈凡！这个浑身散发着紧张气息的老者，双目布满红血丝，焦虑不安地紧握椅子扶手，呢喃着：你把我逼得太紧了，你但凡给我留条活路，也不至于这样。我拿大陆底蕴搏一线生机，你又该如何处置呢？黄昏，整整3000艘非洲近乎沿着海面超低空飞行，速度拉至极致。
至，目标直至新大陆。虽然紧贴海面，会有可能被海里的鬼物撕碎的风险，但这种赶路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足够隐蔽，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被发现的概率。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距离他们不远处，一艘繁育非洲正在全速朝新大陆驶去。站在甲板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此时意气风发的张太平。繁育那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庆功宴，只要回去后，所有人领功领赏。繁育商阁17州长张太平此时望向远处空无一人的海面，满脸笑意的大手一挥，随后才准备拉升高度。永夜快降临了，不能距离海面太近。甲板上时不时传来谈笑声，气氛显得极好。但就在这时，站在甲板上的张太平突然余光看见远处紧贴海面的地方，有大批非洲正在贴海疾驰，数量极多，没有繁育旗帜，也没有任何势力的旗帜，是繁育的非洲。他刚准备掏出传音符联系对面，便看见数十艘非洲已经调转方向，朝他疾驰而来。这里是繁育商阁外出探索队17组，联系。站在甲板上的张太平面色微变，低头望向手里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的传音符。他的传音符通讯早就不知在何时被切断了，所说的话一个字都没传出去，根本没联系上对面。而在前方，数十艘非洲已调转方向，朝他疾驰而来。来者不善，此处不是什么特殊区域，那传音被切断，就只有一种可能，对面做的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懒惰跑。张太平转头望向朝船舱快速跑去的手下，怒吼道：“是敌人！足足数千艘非洲，这股庞大的力量，若是在繁育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抵达新大陆，那对新大陆的摧毁是致命性的。他必须将消息传回去，是冯奇亚大陆，还是黑鬼大陆，又或是某个未知势力？难道又是冯奇亚大陆？该死！这冯奇亚大陆就和一个不断蹦跶的跳蚤一样，无论敲打多少次，总是安静不下来。眨眼间，3000余艘非洲继续保持着前进方向，朝新大陆方向疾驰而去。而那从队伍里分散出来的20多艘非洲，紧紧跟在他们非洲身后，一前一后，在大海上开启了亡命狂奔。繁育的非洲有速度加持，那是载具攻防的天道赐福效果加持，速度翻倍，消耗翻倍。按理来讲，应该能很快甩掉身后的非洲，但身后那20多艘非洲紧追不舍，速度和他们不相上下。这样不行。面色有些微微煞白的张太平不停敲打着手里的传音符，通讯被彻底阻断了，传音符根本无法使用。显然跟在身后的这20几艘非洲里，有可以阻挡传音的异宝。轰！搭载在他们非洲上的是神炮，尝试性的对着身后紧追不舍的数十艘非洲开火，距离较远，尝试了数次都未命中，被轻松躲开。而跟在身后的那数十艘非洲，显然只是想就这样跟在他们身后，也没有开火攻击他们的想法。这是一场偷袭。张太平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对方要做的是尽可能不被任何人所发现。抵达新大陆，他们一死，命牌碎裂，繁育那边便会升起警惕之心。这里距离新大陆还有1夜路程，一切顺利的话，那大批非洲天亮便可抵达新大陆。新大陆上并没有太多城防建筑，一旦遇袭，几乎没有任何反抗手段，必须想办法将消息传回去，让狱主提前做出准备。老大，那个在崎岖岛一直留守在非洲上的年轻男人，从怀里掏出袖珍手炮抵在自己下巴上，此时有些牙关发颤道：“只要命牌碎裂，繁育便知有事发生。你刚立了大功，功成名就，永夜大陆那边还等着给你开庆功宴呢。你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为你接风洗尘，你得回家。我先走一步。”不行。身旁另外2个男人面色同样有些泛白，没人在面对生死时会不恐惧。其中一个略微年长的男人挤出了一个有些艰难的笑容：“开什么玩笑呢？寻巴，当初探索崎岖岛都没让你下去，现在怎么可能让你先走一步？你是我们几人中最年轻的，你还可以活很久，死了太可惜了，死一个人。”繁育也不知道会不会重视，我们兄弟俩是孤儿，无依无靠的，我俩一起走，这样繁育那边也会重视的。都别废话了。还没等年轻男人开口反驳，张太平便面色阴沉的一字一句道：“我们要传回去的是具体信息，仅靠命牌碎裂，无法让繁育知晓。有足足数千艘非洲，这些非洲上不知搭载了多少天道炮。”就在这时，永夜如期降临，周围陷入一片漆黑，虽然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到那几十艘非洲能精准在黑暗中定位到他们，并紧跟其后，如捕猎的豺狼般。张太平最后看了眼熟悉的甲板，下意识望向了永夜大陆的方向，那里有等他的妻女，有他来了才能开席的庆功宴，有升官加爵，有名扬万里，但那是远方，而在近处是一直跟着他的手下，是一口一个老大叫了不知多少次的手下，是跟他在外出探索时彼此完全信任的伙伴。张太平深吸了一口气，抛弃了脑海中所有杂念，从怀里掏出一柄大刀，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在几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对着自己大腿猛地砍去，2条腿瞬间跌落在甲板上，鲜血横流，剧痛让他几乎瞬间晕厥过去，又顺手拿过一旁的2个火把，怒吼着将火把塞进大腿根本伤口处，勉强止住血后，才有些颤声道：“将我扔进海里，你们继续往前开，引走他们。等他们的医保范围过去后，我用传音符联系繁育，那2条腿别给我丢了，给我埋进崎岖岛里，说不定有朝一日我就回来了。本来我心里就挺对不住我，这次是我们一起出门行动，但开辟榜上只有我的名字，没有你们的名字。这次你们带着功劳回去后，也可以当州长了，以后你们也是当老大的人了，别他妈废话了。”躺在地上的张太平望向前方3个眼眶通红的人，低吼道：“趁我现在还有点力气，扔进海里。”
还能多活一会儿，撑过他们非洲离开，再耽误下去，我他妈快死了！是，年轻男人眼眶通红，紧咬牙关，怒吼着。快速降低非洲高度，直到近乎和海面持平时，另外2个平日从不会落泪壮汉，此时也泪眼婆娑地将他们的老大亲手扔进海里，随后才快速拉升高度，尽可能将速度拉至最快，驶向黑暗远处。扑通，冰冷且刺骨的海水瞬间让原本有些晕晕沉沉的张太平清醒过来，挣扎地从怀里掏出大把丹药装着祭坛圣水的瓷瓶，往嘴里倒去。他不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鬼物，只能尽可能让自己漂浮在海面上，紧紧握住手里的传音符，嘴唇微微发颤，祈求命运眷顾他，在跟在身后的数十艘非洲离开之前，不要有鬼物找上他。海水带来的冰冷，断肢所带来的刺痛，失血所带来的晕厥，此时的他近乎强弩之末，或许是快死了。他感觉自己的思维比平时要快上不少，不知不觉他突然想到了狱主，他和狱主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是在发现新大陆的庆功宴上。狱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做得不错。此后他就一直为樊玉卖命，直至樊玉越来越兴盛，他也讨了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在樊玉里也是一路升职，直至成为商格外出探索组的州长。此次又立了大功，回去后或许有机会担任商格探索组的副组长，再沉淀几年，或许能碰一碰副阁主的位置。只是镜花水月，一触即碎，他好像有些后悔了。那2兄弟无父无母，从性价比来考虑，应该是让这2兄弟死的，或者让荀巴死。但当老大的总得保护好自己的人才行。血流的越来越多了，手里的传音符依旧无法使用，他就这样漂泊在海面上，隐隐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靠了过来，来不及有任何耽搁，将传音符咬在嘴里，双臂拼命来回波动，企图逃离黑暗中朝他靠来的鬼物。1米、3米、5米，他尽可能的朝远处逃去。就在这时，传音符上闪过一丝白光，可以正常使用了，来不及丝毫耽搁，他几乎用出最大的力气，任凭海水倒灌在自己的嘴里，撕心裂肺的高吼道：有数千艘非洲正在快速靠近新大陆，预计天亮抵达张太平觉。声音戛然而止，一个体型足足有10数米长如鲨鱼般的鬼物，不知何时已来他身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其吞下，意识开始快速消散。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这是王麻子说的，真正的男人哪怕临死前也是要笑的死。王麻子是他的老上司，也是他想成为的人。崎岖岛有3成身躯便有概率复活，虽然概率极低，但至少留个念想吧。完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有了这个念想，他的妻子可能就不会改嫁，孤儿寡母的活得会很难。该死，早知道就不留这个念想了，还是考虑不周啊！嘟嘟嘟，刺耳的警报声在无名山响起。留守在命牌室的樊玉成员在听见命牌碎裂的时候，在大片命牌中快速扫视着。当视线快速停留在张太平的命牌上时，面色瞬变，第一时间拉起警报，并迅速将消息传给自己上级。樊玉这些日子立功最大的人，第一个发现了稀有岛屿的人。樊玉以为其准备好了庆功宴，如今死了，这事儿非同小可。而与此同时，暗格那边也快速张太平汇报上来的消息送至陈凡手里。啪！无名山1号洞穴里，陈凡面色阴沉的一脚踹开房门，大步朝洞穴内的传送阵走去。身后瘸猴快速从屋内跑出来，将一件皮袄披在陈凡身上。他刚入睡便被惊醒，张太平死了。数千艘非洲夜袭新大陆，而且有不小可能性是冯奇亚大陆的人。他已经受够了。这1年里，冯奇亚大陆多次挑衅，樊玉为了不开战，几乎是尽可能的大事化小。但这个冯奇亚大陆就是既吃不记打，再次率先出手挑衅，发展他妈，必须得先弄死冯奇亚大陆。樊玉导弹基地听令，朝冯奇亚大陆14个重要位置发射14枚20级携带的蘑菇云通天柱。听我命令启动。天苍阁听令，快速清点樊玉现有鬼石，将能调动的鬼石和资源数量全都清点出来。后秦阁听令，快速将新大陆上的非作战成员调回永业大陆。气阁听令，一步一礼。当他走至传送阵前，3道命令已经快速传达下去。跟在身旁的瘸猴此时压根不敢搭话，快速复述着命令并传达下去。本来已经夜深人静的无名山，瞬间变得灯火通明，无数人开始跑动。紧接着，樊城整个江北都变得灯火通明，樊玉几乎瞬间便进入作战姿态。陈凡不知何时快速凝视在身旁的那先生，有点焦急的一把拉住陈凡：“你先别冲动，目前还不知这批非洲来自哪方势力，你率先开火轰向冯奇亚大陆，万一这批非洲是其他势力的，樊玉会同时面临2个敌人，会拖垮的。战争会拖垮发展，鬼石全都拿去打仗了，2年之后的保护期过了，又没有雷雨海域的天险，很难在群敌环伺的处境下生存下去。”陈凡面色阴沉如滴水般的停下脚步，转头望向那先生：“就算同时和2座大陆开战，我陈凡也认了。如不第一时间轰炸冯奇亚大陆，那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届时才会拖垮樊玉。战争不是温水煮青蛙，是拼命一搏，要不他死，要不我死。我从江北荒原雨季中崛起，经历过的生死危机大小无数，我比你更清楚如何打仗。就算这批非洲不是冯奇亚大陆的，我也要周围所有大陆都知晓何为樊玉的愤怒，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一直来挑衅樊玉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看着。”说罢，陈凡甩开那先生，大步朝传送阵走去。那先生有些面色复杂的沉默在原地，这是陈凡和他说话最重的一次。他知道陈凡这次是真动怒了，宁愿打乱接下来的发展计划，也要彻底展示一次樊玉的底蕴。只是战争注定是亏本的，
之后的发展怎么办呢？陈凡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没有开口，而是声音直接在陈凡脑海深处响起：如果能找到张太平的3成尸首，和紫色一宝天运一起安葬在崎岖岛，可有10成概率复活。他没开口讲出来，因为天运实在稀有，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从而将陈凡架在火上。是否使用，得让陈凡自己去做抉择。天运梵玉目前只有一个，还是上次在护翼大陆击杀天道鬼所掉落，也不知道陈凡听没听到，已消失在原地。抵达新大陆，新大陆早已得到陈凡命令的载具工坊，正在快速生产非洲，而陈凡则是走到这一艘生产出来的非洲前方，快速搭载20级天道炮，他要在海域上迎敌，尽可能避免战争爆发在新大陆的上空。阵阁成员则是快速在一艘安置天道炮的非洲甲板上布置传送阵，王麻子则是面色愤怒的在一旁对一众待会儿准备驾驶非洲迎战的州长进行着最后战前动员。冯奇亚大陆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们，如今更是派出数千艘非洲准备夜袭新大陆。张太平临死前将消息送了回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天道炮告诉这批赶来挑衅的非洲，但扰梵玉之敌有死无生。愤怒之余，陈凡也没失去理智，快速派人伪造着黑鬼大陆的旗帜，将这几十艘非洲伪装成黑鬼大陆的商船。天道炮之间的对轰，先手的优势无限大，只要先手便可以快速建立优势。他要做的是伪装成黑鬼大陆的商船，然后正面迎上那数千艘非洲。通天柱目前还没有发射，张太平那一组其他成员未死，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回，这意味着对方大概率有可以屏蔽传音符的手段。驻扎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暗格成员也并未身亡，对方想偷袭，通天柱一开火，冯奇亚大陆便知道自己行动已暴露，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双方非洲开火的一瞬间启动通天柱，立刻对冯奇亚大陆重要位置进行第一波打击，然后正式开战。这次是正式开战，不死不休。后勤阁在不断忙碌着，将一箱箱鬼石快速搬上那一艘非洲中，没有人喊累，所有人神色中都带着一丝愤怒。冯奇亚的多次挑衅已经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冯奇亚大陆鬓角发白的老者正跪在祠堂面前，身子因紧张有些微微颤抖，握着3炷香呢喃着老祖宗保佑，希望计划一切顺利。身后手下则是不断汇报，尚未被发现，距离新大陆还有5000公里、4000公里。中途发现一艘非洲携带镇压塔建筑的非洲一直紧跟其后，确保没有任何消息传出。3000公里、1000公里、100公里，即将抵达新大陆。跪在地上的老者偏头望向窗外，永夜已经褪去，鱼肚白的天空上覆盖在大地上，思绪渐渐收了回来，低声着传令下去，准备回家吃饭了。黑鬼大陆这座被98%区域都被鬼物占领的大陆，地底却打造的极其繁华，一座座大型城池聚集着无数子民，一条条地底隧道连同着各个城池。陛下，那个一直负责和梵玉贸易的老者，此时已褪去人类伪装，变成一只半人高的黑耗子。单膝跪在一座大殿内，有些迟疑道：“冯奇亚大陆的数千艘非洲，还剩100公里便抵达新大陆，我们真的不知会梵玉吗？论潜力，我认为梵玉要远超冯奇亚大陆。交好梵玉对我们蜀国来讲，比交好冯奇亚大陆要更有利。”在大殿后方墙壁，清晰浮现着黑鬼大陆附近的所有海域状况，包括其他大陆的具体坐标，以及此时在地图上数千个红点正快速朝新大陆的方向疾驰而去。梵玉对此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看不见梵玉的非洲调动。坐在王座上，怀里抱着权杖的一个大灰鼠，正盯着正对面墙壁上那幅巨大地图恍惚着。梵玉没有购买我们的加速阵盘，无法清楚梵玉的非洲调动。他们黑鬼大陆主打贸易，其中一件商品便是加速阵盘，由他们蜀国的阵法师打造，极难获得，安在任何载具上都可载具速度翻1倍，当然消耗也会翻1倍。很多大陆向他们采购了这款商品，他们标价并不高，几乎是成本价。这款商品本不是盈利品，在打造加速阵盘时他们动了一点手脚，只要加速阵盘启动，地图上便可浮现出红点，这一点可以让他们知晓附近所有大陆的军事调动。能启动加速阵盘的非洲肯定是有军事目的的，毕竟启动消耗不低。但他们尝试着给梵玉推荐过几次这个商品，梵玉那边买了几个后就不感兴趣了，并未大规模采购，不可能不感兴趣，只能说梵玉或许发现了他们在阵盘里的小手段，但没点破。陛下，单膝跪在大殿内的黑鼠有些焦急的再次开口道：“再不联系梵玉就来不及了，这是教好梵玉的最好机会。”不联系。坐在王座上的大灰鼠缓缓摇了摇头：“我当初派你送给梵玉的见面礼升了1级，就代表着我很重视梵玉的潜力。但我们黑鬼大陆是中立大陆，不参与任何大陆的纷争，这是蜀国立命的根本。更何况，就算新大陆被毁，对梵玉影响也并不大，顶多是会影响我们和梵玉的贸易渠道。我们可以在战后给梵玉送去一笔鬼石，当做人道支援，但不能泄露战略情报。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对外解释我们知晓冯奇亚大陆的军事调动呢？那样或许会泄露加速阵盘的秘密。”跪在地上的黑鼠刚准备说些什么，但在抬头看见陛下眼里不容置疑的眼神后，还是缓缓低下了头，声音有些沙哑道：“是。”而在地图上，那数千个红点已经距离新大陆越来越近了。天亮了，新大陆上10几艘插着黑鬼大陆旗帜的非洲缓缓升起，甲板上堆满了货物，3、5人在甲板上聊着天，看起来极其放松。城镇
行朝前方飞去。两炷香后，便看见了远处数千艘非洲正在紧贴海面疾驰。站在一艘非洲甲板上经过易容的王麻子，眼里闪过一丝阴霾，但脸上却涌起极其开朗的笑容，高举右臂摆手，打着招呼。是黑鬼大陆的商船。那数千艘非洲其中一艘非洲的甲板上，一个男人正在快速汇报道：近些日子，黑鬼大陆和梵域来往贸易颇为频繁，其中黑鬼大陆经常会从梵域大宗采购灵米。那10几艘非洲甲板上堆满了米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灵米。甲板上身穿麻衣的指挥官，此时眼里闪过一丝厌恶，怎么在哪都能看见黑鬼大陆的商船，而且看起来他们将我们当作梵域的非洲，不要轻举妄动，马上就抵达新大陆了，让他们过去，明白？与此同时，他也笑着高举手臂摆了摆手，尽量维持着一副和平的气息。但下一刻，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他是从冯奇亚大陆笔直来到新大陆的，黑鬼大陆的商船返航，不应该前往黑鬼大陆那个方向吗？怎么能和他撞面呢？他这个方向就只有冯奇亚大陆了。不对，他面色微变，瞬间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只见不远处那10几艘非洲，不知何时成一条长龙散开在空中，一门门20级天道炮伴随着击扩声从非洲底部伸了出来，并将炮口对准他们。炮管上的纹路开始快速闪烁，那是已经在蓄能了。散开，还击！这个先锋指挥官怒吼着，快速下达了一条指令。只是已经晚了，天道炮对轰，先手必赢，没有哪个非洲能硬抗一发天道炮的。下一刻，10几道极宽的炽热光柱，携带着无穷恐怖的威力，从10几艘梵域非洲所搭载的天道炮口中咆哮而出，划破天空，点亮海面，将数千艘非洲瞬间笼罩进去。10几道炽热光柱，像是在告诉这个世界，这里是老子梵域的地盘一般，将3000余艘非洲全部笼罩进去，如顽童用橡皮擦拭去草稿纸上的错误一般。错误清除，冯奇亚大陆的错误决策，3000艘非洲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抹除，仅在天上留下数十道虚无痕迹。新大陆岸边，在天道炮启动一瞬间，非洲自毁。非洲上的所有人通过传送阵撤回新大陆，站在岸边亲眼目睹了这场造价极其昂贵的烟花。这一次对敌便消耗了60亿枚鬼石左右。战争在彻底结束前几乎没有任何回本的办法，这就是战争的残酷。60亿枚鬼石，他好不容易搞来的一个1级黑渊，也仅仅只能开采出100亿枚鬼石而已。但事与愿违，总有不长眼的要多次挑衅，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仗必须打，才能迎来发展。陈凡站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墙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幕，拿起手里的传音符，轻声道：发射。紧接着又补充了一道命令：商格出动。下一刻，位于永业大陆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基地，14根储能了天道炮威力的20级通天柱开始快速震动，并缓缓升空。那些将整个永业大陆都围在其中的无数鬼物，此时下意识纷纷抬头望去，目送着那14根通天柱一直不断升空，直至消失在视野尽头，直至升空至2万米，随后才开始在高空向冯奇亚大陆疾驰而去。这是梵域第一步反击，也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冯奇亚大陆非洲尽数被摧毁的第一时间，正跪在祠堂里的老者便知道计划再次失败了，脑袋埋在地面，迟迟不愿起来。他不知该如何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会是梵域的疯狂反扑。此时他唯一的希冀就是希望梵域没有储备那么多的通天柱。而在沿海区域，梵域驻扎之地，此时暗格留守在此处的成员已逃窜至一处悬崖边，身后便是足足数十米高的一片汪洋，已是绝路。而在不远处，数艘非洲悬在空中，近100人围住他们，其中一人缓步上前，尽可能好言相劝道：几位好汉，前方已是绝路，无处可逃了。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保证，将你们带回去肯定是好吃好喝的供着，绝不会让你们受一点酷刑。看在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天的面子上，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呼哧呼哧，站在悬崖边缘处，棱角分明、满脸狠意的男人，此时遍体鳞伤，气喘吁吁的半弯着腰，手里拎着的匕首因手臂微微发颤也握不稳了。但他此时却没有一丝绝望的感觉，反而咧嘴笑着极其开心。喂，冯奇亚大陆的小崽子们，我已经收到消息了，你们冯奇亚大陆派出了3000艘非洲准备袭击我们新大陆，结果全军覆没，有去无回。现在开始害怕了，害怕我们梵域的反扑了，准备抓住我们当谈判筹码了，对吗？早他妈干嘛去了？他用匕首指了指胸口那个匕首袖章，看见了吗？这是梵域暗格的标志，你出去打听打听，哪个梵域暗格出来的是怕死软蛋？男人大喘着气，望向跟在自己身后的一众暗格成员，兄弟们，我想各位没人愿意被扔在谈判桌上，让梵域为难吧？这样就算活着回去，诸位能在同僚面前抬得起头，贪生怕死梵域之人，那必然是抬不起头的。小七将匕首在手里挽了个刀花，嘿嘿笑着：老大，你知道我这人从小好面，我也是了，面比天大。好，这个棱角分明、满脸狠意，这辈子几乎从来没笑过的男人，在这一刻甚至有些放肆地展露着自己的笑容，深吸了一口气，也不顾身上伤势的痛楚，只是感觉畅快淋漓地高吼道：小崽子们，都他妈听好了，老子先走一步，地狱等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狱主的做事风格。所有人听令，自刎归天。下一刻，男人手臂突然不抖了，极其果断地自我了断，身子砸向身后满是浪花的汪洋大海中，而剩下所有人也纷纷效仿。真好啊！自由落体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成员的意识正在
快速消散，还残留着一丝意识。他依稀看见了不少人站在悬崖边，满脸焦急地望向他。敌之痛，他之快。他突然很想嘲讽对面的无能，只是已经没有力气了。生命流逝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更快。他突然有些后悔，他来冯奇亚大陆来太早了，魂雷还没配给他，不然此时应该有一场烟花，那样会更壮观一点。希望狱主这次不要再考虑那么多了。干他丫的！新大陆，陈凡虽处于愤怒之中，但理智尚存，坐在指挥室内，指着摆放在桌面上的天眼沙盘下达着作战计划。以下为初步作战计划：通天柱会轰炸冯奇亚大陆内部的重要区域，让冯奇亚大陆陷入战乱状态。当商格非洲即将抵达冯奇亚大陆时，梵域会开始覆盖轰炸冯奇亚大陆的北部大陆沿海地带，确保清除掉绝大部分有生力量和防空炮、防线等抵御设施。紧接着，王麻子，你需带领商格从冯奇亚大陆被清理过后的北部登陆，我会和你一起登陆，快速在北部沿海区域铺设下足够多的鬼火，并在范围内铺设一条700公里的城墙。这条城墙上安置35门20级天道炮，随后开火，彻底清除冯奇亚大陆。计划可有意义？话音落下，会议室内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狱主这次是真生气了，而是前所未有的生气。一旦计划成功，这35门天道炮一旦齐齐启动，将会像是用沾满猪食的抹布清除油渍一般，轻轻一抹，世间便再无冯奇亚大陆，无人幸存，这是灭绝之计。众人思索了一会儿后，纷纷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异议了。好，正式行动。就在这时，收到信息的少秋面色微变，沙哑道：狱主，留守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暗格成员已尽数牺牲，冯奇亚大陆那边想活捉他们，从而增加谈判资本，但他们主动自刎藏海，那边专门讲明人不是他们杀的，他们只是想邀请我们的人去吃饭，我们的人非要自刎跳海，命牌已悉数碎裂。陈凡缓缓闭上双眼，此时他已进入作战状态，不能被这些事情所影响情绪，从而做出错误判断。只是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知道了。作战计划继续。还有一件事，冯奇亚大陆那边送来了一封书信，说愿意为这次冒犯支付足够多的战争赔款，希望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数额给了300亿枚鬼石，并且保证这次一定是高级鬼石交付。挺好。他还是有些按捺不住的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真当他陈凡是软柿子，没事过来打一拳，打完后就说赔款，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次赔款就不要了，赔点命吧。黑鬼大陆地底大殿中，蜀国国王正坐在王座上，有些骇然地望向正前方墙壁上那一个个几乎同时陨灭的红点。这意味着冯奇亚大陆派出去的3000艘非洲被第一时间全部清除。这不仅仅证明了梵域的实力，还证明了梵域获取情报的手段好像不比他们弱。走！坐在王座上的蜀国国王突然起身，望向跪在地下的手下，眼睛微微眯起。梵域应该要反扑了，我们去冯奇亚大陆近距离看看，带批礼物过去。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一下梵域的实力。就在这时，他有些诧异地望向地图，有不少红点开始朝冯奇亚大陆驶去，这意味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少。奇了怪，其他大陆是怎么知道的？看来还是不能小瞧其他大陆。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手段。那这回够热闹了。这附近一片海域，从来没有这么多大陆的人聚在一块。也好，这下不需要找什么理由了，光明正大的去观战就行了。与此同时，1000余艘梵域非洲全速飞行，在作战计划确定的一瞬间，反攻开始。陈凡也亲自来到一线。此时是第2天，再有3日便即将抵达冯奇亚大陆。他静静站在甲板上，望向周围空无一物的海洋。2天的时间并未让他冷静下来，反而愈加愤怒。这份愤怒必须用战火来平复。梵域不愿开战，但并不意味着梵域不敢开战。这批资源他既然从梵域带出来了，就没打算再带回去，扔也得扔在这里。狱主站在身旁的王奎快速汇报着：昨日我们朝冯奇亚大陆发射了14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之后再无动作。冯奇亚大陆那边一直在不断发来求和信，我们并未回应。陈凡轻点了下头，并没过多回应。他这2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冯奇亚大陆为什么要偷袭新大陆，意义在哪？就算想偷袭拿下战果，也应该等梵域2年保护期过后偷袭永业大陆才对，毕竟永业大陆才是梵域的根基。偷袭新大陆根本动摇不了梵域的根基，还会使梵域上下极其愤怒。而且梵域的第1届春考已经开启了。陈凡没有讲话，按照他的计划，梵域第1届春考极其重要，他应该待在樊城亲眼度过这几日考试。结果此时他在去前线的路上，军测的题目改一改，改成面对冯奇亚大陆的这次挑衅，梵域要不要打？如果梵域要反攻，制定一个妥善的作战计划，包含后勤、粮草、人员调动等。明白。王奎面色严肃地重重点头。此次梵域的反攻行动是秘密行动，大部分人都不知晓，作战计划更是只有他们几人知道，无人知晓。永业大陆樊城第1届春考的时间到了，时间并无向后推迟，无数考生排队进入修建出来的考场。只是不少考生都有些不安地望向无名山方向，他们已经知道冯奇亚大陆派出3000艘非洲准备偷袭新大陆，以及张太平拼死将情报传回去的消息。他们在想梵域该如何处置。狱主要开战吗？别多想。一位家长望向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安抚道：梵域发展之势由狱主考虑，第1门开考学科就是阵法。
你要尽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谋个好职位，从而为樊玉效更大的利。伴随着钟鸣声响起，一个个考阵法的考生进入考场，身穿樊玉制服的成员面色冰冷的在考场内维持着秩序，并进行监督。在所有考生入场后，主考官才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阵盘，此阵盘名为加速阵盘，是樊玉从黑鬼大陆采购之物，其效果为安置在非洲上，可使非洲速度翻倍，鬼时消耗速度翻倍。限10人一组，一组1枚阵盘，限时1个时辰内开始钻研这个阵盘的阵法原理，并且尝试复刻。打造阵盘所需材料都在旁边，可自取。还原度最高的考生当为榜首。下一刻，考场内保持着相对寂静的气氛，快速组队，并去讲台领取阵盘，然后10人一组开始钻研阵盘。而主考官，也就是正阁阁主张千秋，此时正在各个考场来回巡视。这个阵盘他已经可还原到8成，所以他估摸着这次榜首应该能还原到4、5成左右。毕竟他钻研了很久，留给考生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可惜，哪怕还原到8成，还原出来的阵盘也没有这个效果。必须还原到10成方可使用。狱主最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便是想办法还原这个阵盘。狱主很喜欢这个阵盘，但狱主的意思是，这种关键东西不能靠采购，必须自己想办法掌握，否则万一哪天别人不卖了或者坐地起价，就容易被握住命门。1个时辰后，考试截止，所有考生坐在原位保持不动。考场内的考官开始挨个收回阵盘，并标注姓名，准备后续评估。而在考官的汇报中，有一组没有制造出一个阵盘。张千秋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不用和我说，按照流程走就行。这个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因为他发现那一组一开始就用掉了很多材料，后面能打造出阵盘就见鬼了。我们是没有阵盘，但不代表我们没有成果。就在这时，这一组其中一个看起来较为年轻，但眼里却充斥着一种少年心气的男生，大步走上前来，眼神毫不闪躲地直视着张千秋和考场考官，并详细地讲出了考试过程中他们这一组对这个阵盘的拆解和发现，而且表示如果多给他一点材料和考试时间，他们便能完成10成的复刻。听完少年的解释之后，张千秋突然感觉有一点恍惚，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不清楚这个男生说的对不对，现在没法进行具体判断。他这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这个阵盘，剩下2成的问题始终无法搞清。可听完男生的回答后，似乎确实解决了他这些日子的一个难题。而且如果这个男生所言是真，那今年的阵法榜首可能已经定下了。他突然感觉有一点恍惚，他苦研阵法多年，到头来却没这个看起来只有17、18岁出头的一个少年悟性高。良久后，他才第一次认真打量着面前这个少年，今年18、17，什么时候成为阵法师的？1年前，家境如何？贫寒，父亲是原永业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的一位守城士兵，在去年的大撤退时，即使失去双腿，他也选择了和防线一同沦陷。后来樊玉在永业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上修建了一座墓，趁着樊玉考生这几日内乘坐高铁免费，我去祭拜过一回。母亲是原永业店的一个后勤人员，在得知父亲死讯后，托人将我送到西荒岛，和永业店其他成员一同断后牺牲。还有个叔叔，我父亲让我叫他二爸，是个守夜人，一生未婚，在去年大撤退时启动于白虎9号防线。还有个妹妹，年龄尚小，13有余，大撤退时走散了。若是有朝一日我能名扬天下，他或许就能寻得到我了。话音落下，考场内的考官已经目瞪口呆地望向这个17岁的少年，身子不由下意识站得笔直一些。他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一个樊玉核心高层在自己面前冒出来，这足够硬的背景，加上足够硬核的阵法天赋，说不定就是下一任正阁接班人。张千秋再次陷入了沉默。所以1年前有人给了你1枚鬼石，你觉醒成了阵法师？不是。少年再次摇了摇头。1年前，永业大陆在陈狱主的带领下晋升至2级大陆，天地为之大变，有天道文字在高空中浮现。当时亿万道金色丝线浮现在高空中，最后融合成了4个金光闪闪且无比巨大的字：准与升格。我从小对这些线条就比较感兴趣，比如蚂蚁的洞穴，我年少时极其痴迷，隐隐从这些线条中好像找到了一些规律。等我醒来后，已是3天后，才发现自己成为了阵法师，没有消耗鬼石觉醒，就自己觉醒了。之后樊玉广办私塾，我去读了1年私塾，然后便来到了这里。张千秋面色平静，他对眼前这个少年极其满意，这将是樊玉挖掘出来的第一个少年天才，未来如果不英年早逝，肯定会崛起。考试只有1个时辰，能想到这么多已经很可以了。随后张千秋没再说什么，只是留下了一句：再给你1个时辰，材料已备好，你若是能完美复原出阵盘，我会如实汇报给狱主，由狱主定夺。又过了半个时辰，阵考结束了，有人喜有人忧地走出考场。上午只考着1门学科，到了下午，考场再次开放，下午考军策，共9门学科，1天考2门，5天考完。而在遥远海域上，正站在非洲甲板上吹风的陈凡，已经收到了正阁阁主张千秋所传来的消息：黑鬼大陆的贸易商品中，加速阵盘是极其火爆的一款商品，而如今这个商品已被他们完美复刻了出来。这意味着他们繁育的非洲速度会再次翻倍，原本应载具攻防的天道赐福效果已经翻了1倍，此时又翻1倍，那比起其他大陆的非洲速度快了可就不知多少了。
非洲的速度，还影响着梵域对外探索的速度。可以说，这个加速阵盘自研开发的成果，比那个考生800和镇阁阁主张千秋认为的都要高。这是一件大功，天佑梵域，天佑我梵域啊！陈凡站在甲板上，握着手里的传音符，呆呆地望向远处，不知不觉就这样站到了天黑，才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年轻一辈的人才迭出，这些都是梵域的底蕴和未来的希望。就在这时，绝侯急忙从怀里再次拿出一张牛皮纸，少爷，梵域那边军测这一项在下午的时候已经考完了，这是其中一位考生的试卷，你看看。陈凡顿时转移了注意力，接过这张牛皮纸，能单独盛在他手里，这份试卷肯定有独特之处。他修正了军测题目，题目是该不该打，如果要打的话，制定一个完整的系列流程，洋洋洒洒数千字，开篇第一个字就是打，立刻，马上，全面开战。而后面描述的战术，虽然细节方面略有不同，但总体和他现在定制的战术方针几乎一样。陈凡看了许久后，良久后才轻声道：“让他乘坐传送阵过来，我和他当面聊聊。”是。绝侯应了，急忙下去联系梵域。很快，绝侯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有些鬓角发白的老者。万岁！陈凡回头望向绝侯身后之人，倒是没想到能写出如此犀利试卷的人，会是一个尹暮年老者。他本以为会是一个正值壮年的壮汉。通过绝侯人，他知道了此人名字。万岁！一个足够狂的名字。见过狱主。这个鬓角发白、看起来年事已高的老者，急忙双手抱拳行礼。再注意到四周正处于一片茫然大海，且已近黄昏，永夜即将降临。又看见周围足足有近1000艘非洲，一同在低空海面掠行，顿时微微一愣，半晌后才反应过来，眼中闪过一丝钦佩和了然。狱主深思远虑，看来考生的建议有些马后炮。梵域早已在行军的路上了，能一手创办梵域，狱主的远谋果然不同凡响。陈凡没有回话，只是沉默了许久后，才晃了晃手中的试卷。你这份试卷大部分题意和我谋划的一样，但有一些细节处和我想的不同。我原本计划是在2日后，也就是距离抵达冯奇亚大陆还有1天的时候，对冯奇亚大陆正式开战，并且声明无辜百姓立刻撤离冯奇亚大陆，还留在冯奇亚大陆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如早些年梵域向恨天宗发出的檄文那样，老者不卑不亢道：“是。”陈凡有些微微诧异，这件事在梵域的发展过程中只是随手一笔，没想到这位老先生倒是知道得清楚。不妥，老者摇了摇头，这会泄露我们的作战计划。冯奇亚大陆那边不是傻子，会很容易猜出我们的作战计划。此时他们可能想着我们还是要索要高额战争赔偿，或者是像上次一样轰几发通天柱，一旦有了防备，我们就很难快速登陆部署天道炮了。其二，会让对方有的放矢。狱主，你之所以说这话，就是想立牌坊，但倘若冯奇亚大陆将自己的老百姓推在前线，狱主你是开火还是不开火？这个牌坊你是要还是不要？都要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撇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其三，我清楚狱主你的顾虑，你打算日后和其他大陆还是尽可能以和平接触为主，不想让其他大陆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嗜杀的人，但这影响吗？有人敢来谴责你吗？其四，牌坊同样也是弱点。倘若其他大陆日后有样学样，再和梵域为敌时，防线都不要了，拿老百姓做防线，梵域该如何应对？用梵域成员的命去换这么一块牌坊，这不是一个明君该有的做法。明君是对自己人民，而不是对外人民。对自己人不明，对外人民那是暴君。这场战争如果想要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取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闪电登陆快速抹除。至于日后的影响，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这些牌坊都是虚名，没有哪座大陆会因为永业大陆名声好实力弱来主动交好永业大陆，但会有很多大陆因为永业大陆实力强来交好永业大陆。倘若狱主是在考虑日后绅士的名声，那大可放心，将永业大陆带到3级大陆这个功绩，足以抵消一切的国，必是千古明君。站在一旁的绝侯此时目瞪口呆地望向老者背影，他此时内心很想说一句：你老人家是不是寿命不多了？什么话都敢说，从来没人敢用这种口吻跟狱主说话。什么叫做立牌坊？这是什么好词吗？陈凡面色上倒是没有太多波澜，只是静静地望向老者，半晌后才突然笑了起来。你倒是什么话都敢说。老者笑了笑，没有多讲话。实际上狱主不会想不到这些，而且想得太清楚了，只不过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实在有些大，而他建议过后，这份道德压力就大部分由他来承受了。他以前就是永业殿的军师，他太清楚军师的职责了，不仅仅是提供建议，更多时候还要对主公做心理建设，安慰主公，以及帮助主公承担道德压力。所以当狱主叫他来的时候，且他看见樊玉已经在行军路上的时候，他就猜到狱主要说什么了。至于瘸侯，老者不经意地看了眼瘸侯，这个狱主最看重的心腹，好像压根不清楚狱主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至少没看到这一点。我知道了。陈凡站在甲板上，眼里带着一丝笑意，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这个说话有些许口无遮拦的老者，轻声道：瘸侯，将他送回去。是，少爷。瘸侯有些古怪地看了眼老者，随后才示意道：走吧。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樊玉近1000艘非洲在赶路，而在永业大陆那边，樊玉第1届春考也在不急不缓地进行着。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战捷报和接榜会发生在同一天。当然，前提是一切顺利。冯奇亚大陆那边已经有些着急了，连续数天的求和信发出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丝毫回应。除了一开始梵域发射了14枚通天柱，摧毁了他们一些重要建筑之外，也再无其他反响。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可能要全面开战了。冯奇亚大陆负责外宣的人已经开始派出大量人手，在自己大陆上散播一些关于梵域弑杀的信息，开始调动百姓的对外一致反抗情绪，做全面开战前的各个准备。终于，在距离冯奇亚大陆偷袭新大陆第5天，梵域的非洲到了。只见在冯奇亚大陆的西部沿海区域的高空中，近100艘顶着梵域旗帜的非洲正悬浮在空中，未踏入冯奇亚大陆的防空炮火力范围内。与此同时，这幅场景分布在冯奇亚大陆周围各个方向：西部沿海区域3队，南部沿海区域3队，北部沿海区域1队。近1000艘非洲总共分成7队，悬停在冯奇亚大陆的各个沿海区域的领空上。紧接着，一道来自梵域的书信快速传遍了整个冯奇亚大陆：我是陈凡，1个时辰内，请冯奇亚大陆首领亲自来西部沿海区域中断领空，商谈赔偿问题。1个时辰过后，人未至，全面开战。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到了冯奇亚大陆之主耳朵里。正在大殿内来回踱步的老者闻言，顿时眼睛一亮：陈凡亲自来了，好像还有回旋的余地。随后才急促道：带我去传送阵。这就赶去，顺便将陈凡所在坐标发送给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希望其他大陆的人能帮忙劝和。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是陈凡采纳了军事建议中的第一步，假装和谈。这片海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同样站在一艘非洲甲板上的老者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后，才开口道：走吧，去看看最近这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梵域有什么名堂。他来自于一个叫撒哈拉大陆2级老牌大陆。这一幕不断发生在冯奇亚大陆附近各个海域上空。一众赶来吃瓜的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具体吃瓜位置，快速朝坐标位置赶去。而远在护翼大陆的鬼皇95此时正盯着梵域日报上冯奇亚大陆偷袭新大陆的消息，有些唏嘘道：这回你看着吧，这冯奇亚大陆这回肯定是糟了，要完蛋了。不好说。身旁的军事老鬼摇了摇头，前面几次也都和解了，而且梵域没有明显的军事调动。目前来看，最终结局还是比较偏向一个高额战争赔偿的可能。嘿嘿，那是你不懂陈凡。鬼皇95晃了晃脑袋，前面几次可都没死人。陈凡最爱惜自己的手下，如今刚建功立业，发现了第一座稀有岛屿的张太平就这样死了，陈凡不可能没表示的。更何况秘密军事调动咱们又不知道，你且看着吧。我赌这次肯定和谈不了，8成得开战。但老鬼有些皱眉道：这不符合一个大陆的未来预期。永业大陆刚晋升至2级大陆1年，如今正在发展期，实在不适合迎来一场全面战争。我不懂什么大陆预期不预期的，但我懂陈凡。最近鬼皇95的日子过得颇为舒坦，也不需要晨跑了。那个虚幻玄武着实厉害，哪怕他死而复活了，也都能再次追到他。但能量终究不是无限的，能量耗尽后也就消散了。他亲眼目睹了虚幻玄武消散的那一幕，说实话，他当时还感觉心里有些堵得慌，像是亲自送老友离别。他有些惧怕离别，第2天下意识跑了一圈后，才反应过来，身后已经没有虚幻玄武了，有些闷闷不乐地回到护翼大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求陈凡再用玄武炮轰他一下，有些不习惯。冯奇亚大陆西部海域中段，近100艘顶着梵域旗帜的非洲停在高空上，陈凡一袭青衣拄着翡翠手杖，面色平静地站在一艘非洲甲板最前方，而瘸猴则是默默地跟在身后。除此之外，看不见任何一个梵域成员，唯有一主一仆，以及这近100艘非洲下方全都伸出了一门小巧且银白色的炮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20级天道炮。很快，越来越多的非洲聚了过来，这都是其他大陆的非洲，但基于礼仪，非洲舰群停在了较远的位置，只有一艘搜洛丹非洲靠近陈凡所在的非洲，陈玉主；一艘非洲缓缓靠近陈凡所在的非洲，停在几米开外。一个大门牙极宽并凸起的鼹鼠，如人般憨态可掬地站在甲板上，双爪抱拳，沉声道：在下来自鼹鼠大陆，是鼹鼠一族的族长，感谢陈玉主这些日子所出售的绝地傀儡，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用。陈凡并没有摆什么架子，脸上也看不出愤怒，只是轻声笑着道：我们也赚取了鬼石互利而已。他还不知道他的绝地傀儡被出售到了鼹鼠大陆，看来应该是黑鬼大陆卖过去的。如果可以的话，鼹鼠大陆的族长，这个站在甲板上的鼹鼠有些迟疑道：尽量不要开战。永业大陆刚晋升至2级大陆，可能不知道这片海域的状况，近几年较为平静，但往前几年是有大量鬼潮肆虐的，一旦开战，双方大陆都受损。等这片海域鬼潮肆虐的时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影响。陈凡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看来是来劝和的。任何时候都少不了和事佬的存在。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聚集在这里，陈凡也第一次知道这片海域竟然有这么多大陆。看来商德的探索进度还是太慢了，大陆名字和他们报出的坐标都记一下。陈凡没回头，轻声道：晋升至3级大陆需要其他10座大陆的泥土，到时候从这些大陆去拿。是。此时来看热闹的大陆已有9座，而终于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所乘坐的非洲才姗姗来迟。陈凡这艘非洲停在了距离陈凡数米远的位置，没有过多开场白，直接开口：首先，冯奇亚大陆并不是去偷袭新大陆的，我的近3000艘非洲没有对新大陆开一次火。
那是冯奇亚大陆的对外探索非洲。反而在我们冯奇亚大陆根本没有开火的情况下，繁育非洲伪装成黑鬼大陆的非洲，没有任何征兆的对我们的非洲开火，致使我们冯奇亚大陆3000余艘非洲悉数尽毁，损失巨大。这账怎么算？一旁站在另外一艘非洲甲板上的黑鬼大陆属国国王下意识摸了摸鼻子，还有他们的事儿呢，他还真不知道这件事。话音落下，周围一众赶来的大陆之主也纷纷有些面面相觑。这开场白和他们想的有些不一样啊，好像说的也对啊。虽然明眼人都知道，那冯奇亚大陆就是奔着偷袭新大陆去的，但不是还没开火呢吗？就被你们繁育非洲灭了。冯奇亚大陆之主开场白讲完后，才不紧不慢地端起一杯茶水，轻抿了一口，等待着陈凡的回应。内心基本上已经有了70%把握，赔偿肯定是得赔偿的，但嘴炮肯定得打一下，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赔偿。这就是谈判的艺术。更何况说句不好听的，你繁育生了个什么气？你们有什么损失吗？除了死了几个人，你们损失一座非洲吗？有一块大陆遭到轰击吗？损失多的难道不是他们？真要论赔偿，应该繁育赔偿他们才对。陈凡站在甲板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幕，盯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突然笑了起来，随后深吸了一口气，换上一副有些年轻气盛的面庞，怒吼道：胡搅蛮缠，分明是你们冯奇亚大陆挑衅在先，如今又满嘴胡搅蛮缠。好，既然如此，那就全面开战。瘸猴下令炮轰。是。瘸猴面色严肃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数息后，刺耳的音爆声从远处传来，只见足足20-30根携带着炽热白光的光柱正从天边疾驰而来，快速划过一众人头顶上空，直直轰向冯奇亚大陆的北部沿海区域，直至消失不见。没人知道这些炽热光柱轰哪了，但都清楚肯定是落在冯奇亚大陆腹地。紧接着，冯奇亚大陆之主有些面色难看地放下了手里的茶杯，一时间，所有大陆之主都变得面色凝重了起来。他们突然意识到，繁育好像并不是奔着完全谈判来的，而是真的抱着一言不合立刻全面开战来的。这就意味着不能纯粹看热闹了。冯奇亚大陆几个防线区域都遭到了轰炸，这边是计划的第2步，多处发起佯攻。在听见手下汇报上来的消息后，站在甲板上的冯奇亚大陆之主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道：300亿枚鬼石作为战争赔偿，我希望接下来的10年内，冯奇亚大陆和永业大陆秋毫不犯。不够。陈凡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刚才轰出去的那些通天柱造价都不止这个数，至少补偿2000亿枚鬼石和冯奇亚大陆所拥有的一座稀有岛屿，虚化于繁育名下。陈玉主站在另外一艘非洲甲板上的和事佬，来自一个叫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有些眉头紧皱。你这就不是抱着诚意来的，没有哪座2级大陆能给得出这个数目战争赔偿。我希望你不要儿戏，给一个实际的价格。你还年轻，战争不是过家家，等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陈凡面色毫无表情，偏头望向这个中年男人，一字一句道：关你屁事！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有你说话的份！陈凡当着一众大陆之主的面，被陈凡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时，这个中年男人有些挂不住脸的阴沉道：叫你一声陈玉主是给你脸，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见到我应该叫前辈。说句不好听的，你再逼逼一句，我和冯奇亚大陆一起打你，你信不信？一时间剑拔弩张，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发展的太快了。周围一众大陆之主都愣在原地，没想到突然变到这一步，而冯奇亚大陆之主眼珠子却咕噜咕噜的转起来，好像有转机。如果2座大陆打繁育的话，那就另说。不信。站在甲板上的陈凡笑了起来。此趟他清除冯奇亚大陆是次要任务，主要任务是建立威慑，确保日后能持久发展，不被人挑衅。有人这样挑衅，他肯定不能忍。这次要是怂了，那就得被人欺负一辈子。而且在他的作战计划中，本就有那批非洲不是冯奇亚大陆派出来的，可能要同时迎敌2座大陆的计划。反正繁育还有2年保护期，大不了新大陆他不要了。瘸猴给繁育传令，继续轰炸，坐标冯奇亚大陆北部0.3万公里的好猫大陆。来，陈凡盯着不远处的那个中年男人笑了起来，老子就轰你了，同时开战，老子处你！场面一时间变得极其寂静。站在甲板上的中年男人此时面色阴晴不定，不断变化。他没想到陈凡压根就是个疯子，如今给他逼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开战，战他妈！繁育还在保护期呢，只能打个新大陆，有屁用啊！但不开战，此时他又被逼得有些下不了台。他没想到陈凡会一点面子不给他。就这样，这些在自己大陆都是一言九鼎的大陆之主，此时都僵在了原地。这个谈判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推进。算了算了，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硬着头皮开口道：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谈？别！话音未落，只见3道炽热光柱突然再次从天边疾驰而来，朝远处疾驰而去。看方向，正是好猫大陆。真轰了！蜀国国王有些愣在原地。不是这玩意儿不要钱的吗？口舌之间就砸出去了。平时和你们繁育交易的时候，也没看出来你们繁育是不差钱的主啊，连加速阵盘都不舍得多买几个的。那啥，他望向中年男人讪讪道：这次肯定算不了了。算了，你们打吧。有什么战略物资需求的可以联系我，我卖2家，哦不，3家。冯奇亚大陆你那边肯定也要参战的对吧？黑鬼大陆一向中立，不站队。所有人都望向好猫大陆之主，准备看接下来好猫大陆之主的反应。但只见这个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双眼紧闭，深吸了几口气后，才缓缓睁开双眼，直勾勾盯着陈凡，一字一句道：陈玉主，好魄力，由衷希望你可以一直如此年轻气盛。我等你2年，希望你在2年后的大陆保护期过后，说话依旧能如此硬气。我们走。说罢，非洲便开始掉头，显然准备离去。这场热闹看不了了，自己已经变成热闹了，不送。陈凡站在甲板上，面色平静的轻声道：
10日内，我希望好猫大陆能将1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亲自送到新大陆，必须是你亲自送来，否则拒收。原本已经压下心中怒火，准备忍气吞声的中年男人，突然怒极反笑，站在甲板上，转头望向陈凡：“你觉得我会送吗？我觉得你会送的。我看人一向很准。”陈凡笑了起来：“那你就等着。”好的。在好猫大陆之主离开后，陈凡才再次望向冯奇亚大陆之主：2000亿枚鬼石，一座稀有岛屿，今日能兑现吗？不想掏钱也行。开战，我樊玉肯定能在接下来的2年保护期内磨死你冯奇亚大陆，不信你可以试试。周围一众大陆之主有些面色古怪地望着这一幕，他们从没想过大陆保护期可以这么用，只攻不守，好像确实有些无敌。但问题是，一般2级大陆在保护期的时候哪有对外开战的能力？基本上这3年都是在发展，而且还是小发展。这个时候还得小心翼翼地对外探索，拿到其他大陆的泥土，才能升级大部分建筑。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很久时间，没有哪个势力像樊玉一样，刚晋升至2级大陆就有2座大陆，他们在座所有人还是都只有1座大陆呢。冯奇亚大陆之主面如死灰地沉默了许久后，才一字一句道：“2000亿枚鬼石真没有，而且冯奇亚大陆也根本没有任何稀有岛屿，这个想给都给不了。鬼石最多能给500亿枚鬼石，最高价格了。这片海域从来没有过如此之高的战争赔偿。”陈凡盯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的眼睛，这个数目确实不少。樊玉所储备的鬼石也就1000亿级别而已，不够，2000亿枚真没有。不行你就开战，冯奇亚大陆没有软弱之辈，真要跨海域之战，我就不信你们樊玉能有多少发通天柱。冯奇亚大陆之主声音中隐隐有些愤怒和憋屈地威胁着：“各位，以前我也从没求过你们，今日你们也看到了，是樊玉咄咄逼人，给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战争赔偿。今日但凡能帮我说一说话的人，我都记他一个人情。”陈玉主，撒哈拉大陆之主迟疑了片刻后，还是开口道：“要不再降一降？20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确实有些拿不出来，1000亿的话，或许冯奇亚大陆可以凑一凑。”凑不了。冯奇亚大陆之主摇了摇头，坚定道：“1000亿枚鬼石肯定没有，最多500亿枚，多出来的你给。”撒哈拉大陆之主有些无语地望向这个老者，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谈判哪有一次性降到底的？先降一次，不就有了第2次？而就在冯奇亚大陆西部海域中段，一众大陆之主在这拉拉扯扯的时候，另一端，冯奇亚大陆北部长达700公里的海岸线已被悉数洗地轰炸一遍，此时是一片狼藉。在无人关注的地方，樊玉非洲已经登陆，数千号后勤阁的人开始在沿海沙滩上狂奔，所有人都盯着手里的鬼皮地图，哪个建筑该部署在哪个位置，早已有了具体标点规划。铜管开始快速铺开，鬼火开始齐刷刷的快速散开，并未点亮，以免暴露在鬼皮地图上。这是第3步，尽可能保持隐蔽。大量后勤阁成员乘坐非洲，忙碌在沿海700公里的海岸线上，并铺设出一座座传送阵，通过传送阵来快速移动，完全不计成本。此时他们在抢速度，抢在冯奇亚大陆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一根根铜管开始铺设在长达700公里的沿海海岸线上，一座座噬魂雕塑被摆放完毕，一座座鬼火也安置完毕，直至已经将战争赔偿降到1300亿枚鬼石的陈凡准备继续打嘴皮，身后瘸猴突然上前低声一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陈凡面色毫无波澜地轻点了下头，随后才望向冯奇亚之主：“我进船舱喝杯茶，希望我出来后你已经给出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随后转身朝船舱走去。下一刻，船舱内的传送阵被激活，他来到了冯奇亚大陆北部的海岸线，一眼便看见了地面上画出来让他建造10级城墙的白色线条，没有丝毫停顿。一座长达20米的10级城墙拔地而起，周围一堆后勤阁成员扛着天道炮就冲了上去。紧接着，他又踏向旁边另外一座传送阵，又出现到了另一片区域，如法炮制，一座长达10米的10级城墙再次拔地而起。和谈2000亿枚鬼石，一座稀有岛屿。从始至终，他这次的目标都只有一个，不求赔钱，但求赔命。有什么话都和我的天道炮说去吧。至此，计划只剩最后一步准备抹除。而冯奇亚大陆西部中段区域沿海上空，几个大陆的之主正在唠着闲嗑。就在这时，陈凡笑呵呵地掀开船舱帘子，走在甲板上，望向一众大陆之主，轻笑着道：“让诸位久等了，这件事也该告一段落了。”陈凡，1300亿枚鬼石不可能的，我依旧保持我的底线，最多500亿枚鬼石，多一枚没有。这已经是这片海域里最高的战争赔偿了。不要了。你说你不要了？不知为何，当对方说出不要了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涌出一阵想要快速逃离此地的冲动。不要了。自我介绍下，我叫陈凡，数年前一手创建樊玉，崛起于江北荒原雨季里，带着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这些年里，大小危难我都经历过，但张太平，樊玉商阁17组州长，为樊玉探索到了第1座稀有岛屿。樊玉已在永业大陆为其准备好了庆功宴，在返程途中死于冯奇亚大陆之手。还有驻守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樊玉暗阁族长及成员，我不知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应该是知晓我的名字。因不愿被活捉成为谈判筹码，跳崖入海，命牌皆碎。我这一辈子从一开始在雨季里，我的目标就很简单，我真的没有什么征战天下的梦想，我就只想安安静地待在自己大陆上，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大陆可
可以不用担心看不见明天的大陆，可以将所有鬼巢拦在大陆外面。后面又多了一个。我希望做一个好老大，我希望让跟着我做事的人有一个好的归宿，好的结局。前面几次冯奇亚大陆的挑衅我都忍了，只是当张太平拼死回消息告诉我冯奇亚大陆派出非洲偷袭新大陆时，我便知道，有的人啊是养不熟的，面是人面，但心是鬼心，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所以这次我不打算忍了。喂，听好了，樊玉正式对冯奇亚大陆宣战。话音落下，一众大陆之主纷纷僵在原地，有些满眼骇然地望向陈凡。身为大陆之主，说出来的话可没有放屁的。这话一出，基本上这场战争是不可免的了。好，那就全面开战！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发通天柱！我们走！走？往哪儿走？这么多大陆之主大老远跑来一趟，总得让他们看场精彩的烟花不是？薛侯，传令，清除冯奇亚大陆计划正式启动。35道纯白色的光柱以极快的速度覆盖了整个冯奇亚大陆，并在快速贯穿。35道20级天道炮吞噬着一切，山峦没有崩塌，而是从山巅到山脚，逐寸逐寸的淡去、透明、消失，仿佛他们从未在这片土地上隆起过。城池的轮廓瞬间归无，从万丈高空俯瞰望去，35道汇聚在一起的炽热光柱形成一道覆盖整个冯奇亚大陆，并且快速扩张、绝对平整的灰白色虚空，正朝南侧快速推进而去。沿途的防线山脉在尽可能的阻挡，但才堪堪将一道光柱耗尽，紧接着又跟来一道。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数十息，但数十息过后，冯奇亚大陆已变成一片极其平坦的荒原。而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早已经身子彻底瘫软，艰难地握住非洲栏杆，让自己不至于狼狈倒地，近乎绝望地望向陈凡。疯子！冯奇亚大陆足足有数十亿人，你怎么敢？紧接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突然笑了起来，随后眼神变得有些呆滞的将手指塞进嘴里。冯奇亚大陆之主，这个曾经冯奇亚大陆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俨然已经疯了，彻底失了智。至于非洲上的其他手下，纷纷对视了一眼，眼眶通红，怒吼着齐齐跃出非洲朝陈凡杀来。陈凡老狗，拿命来！非洲所搭载的炮塔也开始伸出准备启动。然而，轰！数发式神炮轰出去后，这个非洲在空中化作一个火球解体，残骸坠入大海。陈凡面色淡然地从瘸猴手里端过一盏茶，轻抿了一口后才开口道：“麻烦你们放出话去。这座大陆此后由樊玉接管，更名为挑衅者大陆。”周围一众大陆之主此时面色看起来并无波澜，但内心早已经泛起滔天巨浪。随后立马反应过来，这樊玉的手段如此强硬。见状，以撒哈拉大陆之主为首，一众大陆之主自报大陆坐标，表示要和樊玉交好。片刻后，一众大陆之主纷纷散去，各回个家，只留下了一座空空如也的挑衅者大陆。薛侯，让樊玉后勤阁多派点人过来，清理下这座大陆，看看有没有什么残留什么东西。让魏巍也过来，他寻宝有一手。这座大陆将会是我们第3座大陆，在此建立一个樊玉巡航导弹基地。就在这时，狱主传音符里传出一个商阁族长的激动声音：“我们在暗阁成员跳海处找到了他们几人尸体，他们运气很好，尸体没有落入浅海区，未被鬼物啃噬。”做得好，带回崎岖岛，和张太平一同葬入岛内。明白。战争持续的时间极短，只有数十息，但战后清点工作就极其耗时了。一旁的王奎汇报着这次的鬼石消耗和樊玉剩余的鬼石储备。在听完王奎的汇报后，陈凡轻揉着太阳穴，有些头疼道：“我会想办法的。这场仗打没了他700亿枚鬼石，而樊玉的鬼石储备已经完全不够再进行一场战争，何况还要应对2年后雷雨海域所释放出来大批鬼巢。不过好在这次移地了冯奇亚大陆后，大陆上还遗留着大量鬼石，只是在一艘艘携带腐蚀雕塑的非洲开始起飞，准备收刮散落在大陆上的剩余物资时，一道消息传到陈凡耳里：大陆上确实有不少残余鬼石，但腐蚀雕塑只能拾取击杀鬼物所掉落的鬼石，这座大陆上的鬼石腐蚀雕塑无法拾取，拾取工作将是一个难题。新大陆那边原本携带腐蚀雕塑准备起飞的非洲又落了下来，开始带着大批后勤阁成员赶来。腐蚀雕塑拾取不了，那就只能用人力了。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得拾到什么时候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低吼声后，他转头望去，是魏魏通过传送阵来到甲板上，灯笼大小的眼睛里正满是焦急。怎么了？陈凡忍不住笑了起来。吼吼！魏魏有些焦急的再次低吼了几声，爪子在空中快速比划着。你是说让寿阁去拾取鬼石？吼！魏魏重重点头。你行吗？陈凡面色古怪的望向魏魏。这事儿无论是异兽去干还是后勤阁去干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消耗时间的事情？行，这就给你开放传送阵权限，
把你手下叫过来吧。下一刻，船舱内的传送阵亮起，紧接着船舱顶部被瞬间掀飞，一个巨大的蛤蟆突兀出现在非洲上，将非洲都往下压了3尺。药王谷的吞金蛤蟆，陈凡面色更加古怪了。这头蛤蟆是个老熟人了，原先药王谷的正宗异兽，后来随着药王谷一同加入繁育，倒是不知道已经被魏魏收入麾下了。只见魏魏低吼一声，吞金蛤蟆瞬间跃在高空，重重落在海岸线上。下一刻，只见这头吞金蛤蟆蹲伏在海岸线上，宛如一座活过来的墨绿色山峦们，张开血盆大嘴，深吸了一口气后，附近数万米的鬼石全都被其吸入腹中，再吐至一旁，形成一座小山。这家伙还有这手段呢？陈凡微微一愣，但很快又反应过来，只有一头也不够啊！魏魏斜了眼陈凡，灯笼大小的眼睛带着一丝得意，随后再次低吼了一声后，只见传送阵开始不断闪过白光，1头、2头、3头，越来越多的吞金蛤蟆被传送过来，加入战场。永业大陆有这么多吞金蛤蟆吗？啥意思？你是说很多都是今年生的，这么能生？挺好。陈凡默默地望向那群吞金蛤蟆，不知不觉，这个曾经还是药王谷吉祥物的蛤蟆已经子孙满堂了。他都快忘记这个建筑了，但这群异兽显然没忘记这个建筑。挺好，好吧。陈凡望向趴在一旁魏魏，眼里那副正等待被赞扬的期待，忍不住笑了起来，拍了拍其脑袋。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魏魏将兽阁管理得很好呢，给你记一功。后，魏魏兴奋地低吼了一声，尾巴在甲板上不断拍动着。事情告一段落，而陈凡则是通过传送阵先回永业大陆。2天后，繁育第1次春考会正式结束，到时也是接榜日。另外一边，在回大陆的途中，好猫大陆主收到了2则消息。第一则消息是，繁育的那几个跨海域通天柱确实精准轰到了好猫大陆，但因没有精准坐标的缘故，都落在了沙漠上，并未造成经济损失和人亡损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好猫大陆之主很开心，只觉得心中郁气都散去了不少。繁育白白消耗了大量鬼石，但却没对他造成一点损失。但紧接着，他就收到了第2则消息，仅仅数十息的功夫，冯奇亚大陆就被陈凡用20级天道泡沫停，并改成了挑衅者大陆，像是在赤裸裸地警告周围所有人，挑衅繁育的下场便是如此。消息很震撼，好猫大陆之主站在甲板上远眺海边，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非洲栏杆，沉默着一言不发。良久才沙哑道：“传令回去，命下面人准备好100亿枚鬼石，不，准备好200亿枚鬼石。10天内，我亲自带队去新大陆，送上战争赔偿。”在离去前，陈凡看似随意地笑着说了句，希望10日内他能亲自带着1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去新大陆。他当时自然当这是句屁话，但现在情况另说了，繁育的底蕴比他想的更加恐怖。而所有大陆之主在回到自己大陆后，彼此没有任何通信，但却默契地开始准备礼物，准备送份礼物去新大陆。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很快便来到2日后，如今也是繁育第1次春考的接榜之日。樊城已经人来人往，陈凡正站在石屋内，望向面前的半透明面板上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按照目前进度，不出意外的话，当永业大陆保护期结束的那一天，永业大陆便会晋升至3级大陆，这不挺简单的吗？陈凡咂了咂舌，这进度发展的还不错，3级大陆就多少有一点安全感了。少爷，樊城那边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去了。好，我知道了。如今你已经是繁育行阁阁主，不是什么小跟班了。这种事情，让下面的人来告知一声就行。嘿嘿，我喜欢跟少爷汇报消息的感觉。话说，你想不想给自己改个正式的名字？你腿已经不瘸了，有个正式的姓或许好点。不，瘸猴坚定地摇了摇头，也没解释为什么。行，走吧。江北樊城，此时城墙外人声鼎沸，无数百姓聚集在荒原上，抬头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陈凡，眼里满是崇拜的，忍不住高吼了起来。良久后，陈凡面带笑意的双手在空中虚按了一下，原本人声鼎沸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站在城墙上的他，声音响彻整个天地间，清晰地传遍所有人耳中。随后，他讲述了7日前，商阁州长张太平探索到新岛屿，却在返程途中遇到遭冯奇亚大陆偷袭，不幸殉职。到繁育调动近1000亿枚鬼石，用天道炮彻底覆灭冯奇亚大陆的事情。紧接着，陈凡又公布了本次军测的榜首万岁，并让其担任了新创立的参谋阁的第1任阁主。而在军测考试中，所有合格的考生都可加入参谋阁。下一刻，樊城高空上空突然浮现出阵阵金色光点，这些金色光点快速形成数个巨大的字：繁育狱主陈凡钦点，夺得繁育第1届春考军测榜首者万岁，赐其天道赐福，蓝色品级1宝，名望谷。所有百姓都下意识抬头望向空中的自己，陈凡也同样抬头望去，这是私塾这个建筑的天道赐福效果。每年大考的榜首都可获得特殊天道赐福，只是没想到这个天道赐福是由他名头发下去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像是神权和王权合2为1了。蓝色品级1宝，仅比紫色品级1宝低1个级别。这个名望谷此时就在他手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颇为郑重地将这个1宝递给万岁，谢狱主赏赐。身旁老者急忙撩起裤裙，单膝下跪行礼。顿时间，城墙外的一众民众都有些羡慕地望向城墙上那个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也从未见过的一个老者，真正的一步升天，不但直接成为一阁之主，直接跻身于权力中心。一时间，人们突然意识到繁育春考好像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最适合他们的通天路。在高空中金色光点渐渐散去后，陈凡才继续开口道：黑鬼
鬼大陆擅长贸易，和多座大陆拥有贸易关系，其中的畅销品便是加速阵盘，可使非洲速度翻倍。但黑鬼大陆在加速阵盘中做了手脚，一旦激活，黑鬼大陆那边便可轻易知晓非洲的坐标。加速阵盘对繁育极其重要，这种重要的产品不能被外人掐住喉咙。本次阵法考试的题目就是尝试还原加速阵盘，其中一位考生不但完全解构了该阵盘原理，并实诚还原出来，让我们繁育可以制造自己的加速阵盘，从此不受制于人。他便是年仅17岁的天才少年，阵法榜首800，担任繁育阵阁副阁主，赏鬼币1000万枚，凡城核心房产1座。紧接着800有些忐忑的在繁育成员的指引下登上城墙，先是对狱主行了一礼后，才不安地对城墙外的民众挥了挥手。他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哪怕早已在台下做好心理建设，但此时也同样还是有些怯场。年仅17，浑身散发着青春洋溢的气息。当800登台的一瞬间，台下无数人都疯狂了，尤其是一些少女更是眼冒粉光的挥着手里的手帕，这样地人简直会是所有妙龄女子的梦中情人。而在下一刻，空中再次浮现出金色光点，繁育狱主陈凡钦点，夺得繁育第1届春考阵法榜首者。800赐其天道赐福，蓝色品级1宝，万里江山图。陈凡将凝聚在自己手里的这卷画轴递给800，800面色凝重的单膝下跪接过并道谢后，才有些忐忑道：“狱主，我想说一句话可以吗？”这个不在流程规划内，站在后面的瘸猴眉头微微皱起，接榜流程都已经定好的，怎容随意更改？当然，陈凡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个可以扩声的1宝递给800。很快，800接过了一个1宝，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高吼道：“妹妹，我是800，我在樊城等你。”陈凡眼里闪过一丝疑惑，身后瘸猴快速上前一步，在耳边解释道：“他有个妹妹，在去年大撤退的时候走丢了，此后就断了联系。”陈凡了然的点了点头，但很快又眉头微微皱起。大撤退时不少人都走散了，此后就能很难联系到。这件事情得操办起来，尽可能让所有走散的亲人都汇聚。接榜流程继续，当最后一个榜首接榜完毕后，繁育第1次春考完美落幕。而这次春考也让永业大陆上的所有民众明白，想升官发财，来春考只要有能力，一步登天。另外一边，护翼大陆上，鬼皇95兴奋地从自己院落里跳起来，望向手里巨大的繁育日报。今日早报的重磅新闻极多，从冯奇亚大陆被灭到繁育第1届春考结束，一则则重磅新闻，看得他极其过瘾。这就是挑衅繁育的下场啊！鬼皇95有些得意地望向身旁军师，晃了晃手中的日报，看来是我赌对了。我都说过了，我或许不了解战争，但我绝对了解陈凡。走，去看看繁育成员在海底挖掘的进度怎么样了，送点茶水什么的过去。天气开始变热了，一直忙碌着也怪累的。护翼大陆沿海区域，一批绝地傀儡在海底深处快速忙碌着，而一个个巨鬼则是在岸边来回穿梭着。繁育这些日子一直安排人挖掘海底的遗迹，这次战争并没有影响到这里。鬼皇95站在那边满意的望向眼前这一幕。就在这时，他隐隐看见天边飞来一艘非洲，眉头隐隐皱起，没有插繁育旗帜，应该不是繁育的非洲。他当即一跃而起，以极快的速度追上那艘开始掉头的非洲，巨大的手掌将这个非洲径直握在手里。非洲上的炮塔疯狂开火，但对他来讲只是挠痒痒。鬼皇是鬼皇，一头出现在白天的鬼皇发现了一座被鬼巢所占领的岛屿，坐标位于站在甲板上一个已经抖若筛糠的男人，握着手里传音符，声音发颤的高吼着：“别自挖了！”鬼皇95撇了撇嘴，随手一勾，男人手里的传音符便飞到他手里，被当场捏碎，随后才开口发问道：“哪座大陆的？”这个男人显然没想到遇见的鬼皇没有第一时间杀他，反而在和他沟通，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半晌后才声音发颤的结巴道：“我们是撒哈拉大陆的对外探索非洲。”撒哈拉大陆。鬼皇95从身后掏出繁育日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当日和谈时有几个大陆之主也来了，其中就有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随后才若有所思道：“护翼大陆距离撒哈拉大陆的距离这么远，你们的探索非洲都跑到这里了，手伸得够长啊，跟我走一趟。”说罢，也不管这个男人同意不同意，当即带着这艘非洲朝大陆飞去。这批人得交给陈凡，顺便也给他提了个醒，万一其他大陆探索到他们，来打他们怎么办？也不知道能不能问陈凡要个可以使用繁育旗帜的名义，或者是让陈凡正式将护翼大陆纳入繁育领土，这样就不担心了。敢侵略他们，就是侵略繁育的领土。他只想在这座岛屿上安安心心养老，每天喝茶看看日报，度过余生，这样就挺好。很快，距离春考已经过去5日了。新大陆上那边传来消息，有数艘来自其他大陆的非洲停靠在距离新大陆100公里外的海域上，申请登陆，名义是前来祝贺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其中便有好猫大陆，名义是支付战争赔偿。新大陆1号据点城池的招待室里，各个大陆的大陆之主都极其默契地坐在座位上，安静地喝茶，彼此没有任何交谈。大家都知道彼此来这里是干嘛的，之所以是同一时间抵达，完全是因为彼此约好了时间一起来的，只是时不时会看一眼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在座
座所有人和樊玉是没有什么恩怨的，唯独这个好猫大陆可是刚被樊玉炮轰过的。这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这次能乖乖前来支付战争赔偿，倒是显得有些意外。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就在这时，招待室的大门被推开，瘸猴走在最前面推开大门，陈凡拄着翡翠手杖走了进来。所有人见状急忙起身，陈凡笑盈盈地走至主位上，坐下后才望向一众人，都坐，都坐。来到这里就和来到自己家一样，都放松点，不用那么紧张。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嘴角抽了抽，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坐了下来。他这辈子已经很久没有笑得这么热情了。诸位此趟前来时，陈凡明知故问道：“为庆贺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特地前来送上贺礼，50亿枚鬼石，小小心意不成敬意。”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率先开口。招待室的门口，黑鬼大陆的成员快速上前，单膝跪地在门口，双手举起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几个满满当当的鬼石储物袋，里面所装的都是高级鬼石。其他大陆之主也纷纷开口，贺礼均是50亿枚鬼石，这个数额是来之前就商量过后统一的，大家尽量保持一致，谢过诸位了。陈凡同样笑得很开心，向众人道谢。总共来了9家大陆，其中8家都给了50亿枚鬼石，这就是400亿枚鬼石，400亿啊！原本樊玉的可动用鬼石就只有297亿枚了，如今瞬间又充沛了不少。谁说战争不赚钱的？他怎么感觉好像也挺赚的呢？随后他才将视线移至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身上，故作诧异道：“这位是空手来的？”啪啪啪，这个中年男人二话不说拍了拍手，很快7、8个男人端着托盘跪在门口，随后才起身，面色认真道：“这是2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旨在消除2路之间的恩怨。还有，樊玉轰向好猫大陆的通天柱均落在沙漠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你意思是我轰的不准？”“不是不是。”中年男人原本正绷着的气势瞬间软了下来，急忙摆手道：“我的意思是2路之间没有人员伤亡，好猫大陆不会因此记恨樊玉。”“这样啊。”陈凡顿时笑了起来：“误会了误会了，不过我当时说的战争赔偿是100亿枚鬼石，你这里是善意。”中年男人面色凝重道：“这是来自好猫大陆的善意。”除此之外，他再次拍了拍手，又有一个好猫大陆的男人单膝跪在招待室门口，双手高举着一个托盘，上面的鬼石储物袋显得沉甸甸。这个鬼石储物袋里所装的是本次贺礼50亿枚鬼石，本次共计送上251亿枚鬼石。除此之外，他又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做工极其精美的盒子，放在桌子上，推至陈凡面前。这里所装的是2级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全部条件，好猫大陆花费大代价所得。这片海域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大陆并不多。话音落下，周围一众原本就已经面色复杂的大陆之主纷纷面色微变。当视线落在那个盒子上后，眼里忍不住闪出一丝贪婪。这个盒子里的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倘若是真的，不少人内心开始思绪翻转，或许他们得去找好猫大陆问一问了。众人齐齐望向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先是不解，后转疑惑，直至变得有些释然。好猫大陆将事情做得太绝了，释放出的善意有点太多了。陈凡面色平静地看着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今天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上次见面还是一个仗着自己是老牌2级大陆的大陆之主，喜欢用前辈的口吻说话，这次见面姿态放得极低，诚意给的极足。不知为何，他内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立刻摧毁好猫大陆的冲动。这种转变极大的能屈能伸，让他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威胁感。倘若心怀恨意，那在若干年后一定会在樊玉最脆弱的时候给樊玉致命一击。太能忍了，不是什么好事。中年男人从陈凡那看似毫无波澜的眼睛里看见了对方在思考，在思考什么？他诚意都给得如此知足了，对方还能在思考什么？隐约间，他脑海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有些略微急促的开口沙哑道：“纵观历史，这片海域里从未出现过樊玉这种崛起如此之快的势力。我相信陈玉主你的未来不在这片海域，在更远的3级大陆，在更远的战争泥潭，在更远的4级大陆之争，乃至彻底结束这片永业。而我如今所做的，仅仅只是为了消除双方大陆的恩怨，并无他意。”招待室内突然变得极其安静，只有若隐若现的呼吸声。招待室大门敞开，数个端着托盘的男人单膝跪在门口一动不动。屋内的都是各个大陆最巅峰的大佬，可以说这个招待室里的人一言一行便可决定这片海域的走向。他们自然难免有些紧张。良久后，陈凡突然笑了起来，对方表现得有些过于顺从了，顺从的让他有些害怕，看起来像是一个长胆的人。他害怕长胆的人，这种人必须立刻清除。但他还是笑了起来，起身走至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身后，将其按在座位上。不要将气氛弄得这么紧张嘛，放松一点，大家和和气气的。我当时也确实有些口无遮拦，在这里也和你表达下歉意。这251亿枚鬼石，你带回去100亿。当时说的是100亿枚鬼石，我就只拿100亿，多1枚不拿。随后才在其耳边轻声道：“回去后别有动作，我这人胆小，你别吓到我，吓到我就不好了。”男人没有讲话，只是有些过于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不知为何，同为大陆之主，但他在面对陈凡时，总有一股气场被碾压的感觉，后背已布满冷汗。我
我就说我看人很准的嘛。陈凡再次笑了起来，站在男人身后，拍了拍男人的肩膀，才望向所有人：我还有点事就不陪各位了。后面有人带大家参观新大陆，如今诸位已经站在这座大陆上了，多参观。对了，就在这时，陈凡突然一拍脑门，像是刚想起了什么，把人带上来。很快，数个梵域成员带着几个被卸甲赤手空拳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些男人身上没受什么伤，但面色好像有些惶恐。陈凡望向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笑着道：这些人说自己是撒哈拉大陆的外出探索非洲，不小心探索到我们梵域的另外一座大陆护翼大陆上去了。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人？这几个男人在看见自家首领的一瞬间，顿时眼眶通红的跪了下来。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有些面色凝重的起身道：是我的人。行，那没事了。陈凡笑着摆了摆手，我就先失陪一步了，告辞。说罢，陈凡才朝招待室大门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众人视线中，只留下一众大陆之主纷纷沉默着，一言不发。什么意思？梵域除了新大陆和永业大陆，还有他们不知道的第三座大陆护翼大陆，如今又多了一个挑衅者大陆。你们梵域到底几个大陆啊？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梵域是3级大陆呢。请留在招待室内的瘸猴面色平静地望向众人，在下瘸猴，梵域行阁阁主，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参观。众人纷纷对视了一眼，随后才很快起身，脸上带着笑意跟在瘸猴身后。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也是长松一口气，不经意的低头抹去额头汗水后，才急忙同样笑呵呵的跟在瘸猴身后。他当然知道陈凡刚才在敲打他了，而且他是真怕了。陈凡身上的气场说不好喜怒无常，更像是看似笑盈盈的跟你讲话，其实已经开始在思考接下来的军事调动了。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不要招惹，保持安静。不久后，这趟贺礼之旅结束了，一众大陆之主没有久留，而是纷纷登上了自家非洲，和瘸猴告别后离开了新大陆。而已经回到永业大陆，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远眺海面，轻声笑着。经过这一战，接下来的2年，梵域可以安心发展了。2年后晋升3级大陆，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时候，一切宵小，均是虚妄。时间慢慢流失，梵域的发展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争结束了，梵域终于重回正轨。另外一边，挑衅者大陆大批的梵域成员和异兽正在这座被抹平的大陆上忙碌着，而在海岸线上，后秦阁成员正乘坐非洲上，在沿海区域快速低空疾驰着。老大，听说3日后的葬礼你也被邀请了。甲板上，一个后秦阁成员正面色羡慕地望向坐在一旁摇椅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摇椅上的中年男人抿了一口茶后，才忍不住轻笑了起来。好好干，过上个4、5年，你就也有我这资历了。3日后，梵域将在稀有岛屿崎岖岛上举办一场葬礼，为探索到这座岛屿的功臣张太平，以及死在冯奇亚大陆上坠崖跳海而死的暗阁成员等一行人送行。老大，这个年轻男人沉默了许久后，突然有些面色复杂的开口道：我想申请调离后秦阁，我想去商阁，我想立功，我想成名。我在后秦阁看不见立功的希望，外宣阁那边已经登报了，讲述了暗阁7人在冯奇亚大陆为不被活捉让梵域受制，主动坠海身亡的事迹，标题是暗阁7雄。我想，如果我加入暗阁或者商阁，活着有机会建功立业，死了也有机会成名。但若是待在后秦阁，或许一辈子就这样了。躺在摇椅上的中年男人偏头望向其眼里，虽然写满了对未来的茫然，但又散发出一丝坚定。上扬的嘴角微微逝去，半晌后才轻声道：也罢，若你心意已决，我会为你写一份推荐信的。我在商阁那边有不少老熟人，只是去了那里，你就要从头开始了。要去。年轻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宁愿轰轰烈烈的死去，也不愿默默无闻的老去。真的是。中年男人长叹了一口气，有些没好气的摆了摆手。你也不是没经历过大逃亡的人啊，看待问题怎么还是这么……声音戛然而止，摆放在非洲甲板上的哨塔突然开始滴滴答答的鸣笛，这意味着检测到未知生物天道鬼。中年男人微微一愣，他在哨塔表面上放鬼皮地图的地方，看见了在海底8000米的位置，有一头体型巨大的鬼物趴在海底，像是在吮吸这座大陆。来活了！他瞬间从椅子上蹦起来，掏出自己的传音符联系到上级，在挑衅者大陆东部37号沿海区域，海底8000米深，疑似发现一头天道鬼。随后才望向年轻男人，咧嘴笑了起来。谁说后秦阁立不了功了？这不就一功吗？一炷香后，陈凡已经出现了挑衅者大陆东部37号沿海区域，在安置在海边的哨塔上，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海底有一头巨大的天道鬼。梵域那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已经升空，即将抵达。后秦阁成员正在旁边快速部署着腐蚀雕塑，准备将海底天道鬼死后掉落的物品第一时间吸上来。狱主一旁的王麻子跑来，从怀里掏出2沓牛皮纸，这是从腹地地底残骸中找到的一些材料，你看看，这一沓是从周边一座城市地底废墟里找到的。陈凡接过牛皮纸，低头望去，拼死一搏，只要快速占领新大陆，获得大陆之星，便可晋升至3级大陆，一扫宵小。祖上保佑，冯奇亚保佑。且上面的字迹很潦草，他大概能想象得出来，在不久前的一天，冯奇亚大陆之主正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内，才草纸上潦草书写着，最后制定了这个计划，偷袭新大陆。原来如此，陈凡有些呢喃着，他终于知道冯奇亚大陆为何要偷袭新大陆，原来是为了凝聚大陆核心。这是从哪来的小道消息？大陆核心只有一种获取方式，就是击杀天道鬼方有机会掉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获取方式。你们冯奇亚大陆这不是有天道鬼吗？难道没有20级哨塔探测不到天道鬼？他眉头紧皱，不可能啊，一个老牌2级大陆怎么可能没有20级哨塔？那为何不杀死这个天道鬼？
他又望向另外一沓牛皮纸上，是从附近城市废墟中找到的。冯奇雅保佑，希望我来年发财。冯奇雅保佑，希望我今年科举能中榜首。冯奇雅，全是冯奇雅保佑之类的话。看来冯奇雅应该是这座大陆曾经信仰的一个神明。他本以为是芬奇亚的谐音呢，毕竟芬奇亚令是这座大陆的特产。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不对了，面色越来越古怪。随着接收到的零散消息越来越多，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有些愕然，甚至难以置信的结论：操，他们给这头天道鬼取名为冯奇雅。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冯奇雅大陆并不知道天道鬼在吸取大陆气运，反而将其当作神明。经常有大量的人在岸边朝海里扔纸船，他们将其称认为是向神明祈祷的一种方式。陈凡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所以冯奇雅大陆其实探测到这座天道鬼了，但不知道是不知晓其是鬼物，还是明明已经知道其是鬼物，却依旧将其奉为神明。肯定是这头天道鬼展示了什么奇迹，或者是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了冯奇雅大陆，从而给冯奇雅大陆产生了一个错误的错觉。说不定在大陆灭亡的最后一刻，人们还祈祷着冯奇雅能力挽狂澜。大部分历史已经消亡在了天道炮下，具体什么情况，后人无法知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冯奇雅要死了。他望向远处海面上正在以极快速度疾驰而来的一道炽热光柱，内心突然隐隐后怕。也就是说，万一冯奇雅大陆对这头天道鬼动手，并运气不错地获取了大陆核心，那对樊玉来讲是致命打击。故事稍微更改一下脉络，站在这里的就不是他陈凡了。感谢冯奇雅保佑。他望向海面低声呢喃着。下一刻，从樊玉袭来的炽热光柱直直刺入深海，精准命中藏匿于深海的天道鬼。数息后，轰！滔天海浪掀起，整个沿海上空都爆发出炽热光芒。陈凡面色平静地站在岸边看着这一幕。天道炮真的是2级大陆极具标志性的产物，极具破坏魅力，除了价格贵，没有别的缺点。只是20级天道炮威力都如此恐怖了，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等级桎梏被突破，30级天道炮威力又该如何？最主要的是大陆级战略武器天眼轨道炮，当它晋升至3级大陆，前往战争泥潭后，所面对的敌人都是这种敌人。天道炮乱轰，时不时来一发天眼轨道炮，那谁能顶得住？太弱了，还是太弱了。站在岸边的陈凡望向眼前这一幕，呢喃着。陈凡深吸了一口气，面色渐渐凝重起来。晋升至3级大陆后，他肯定不会第一时间前往战争泥潭，他得将3级大陆晋升后的东西尽可能全都消耗完毕后，才会前往战争泥潭。肯定无法全部消耗，他都能猜到。大部分建筑想要突破2级继续升级，肯定是得在战争泥潭完成某个条件才能继续升级。永业防线这个计划需在2年内尽快落地。目前最大的缺口是没有足够多的猴头果，希望岛太小了，无法种植这么多猴头果。已经开始在新大陆上批量种植了，不过有加速生长这个基础黑暗科技，可圈定一块区域，在该区域内所有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猴头果这个缺口很快就能补上。少爷，一旁瘸猴快速大步走来，这是天道鬼所掉落的物品，共7件。陈凡望去，全是半透明，内部流淌着火焰的柿子，7个天运。除此之外，没有掉落其他异宝，大陆核心更没有。不是每头天道鬼死后都会掉落大陆核心的，天运也是天道鬼独有的掉落异宝。挺好，陈凡将这7个天运塞进怀里，再次返回樊玉。3日后，崎岖岛，樊玉高层全都聚在这里，为牺牲的众人举办葬礼。葬礼结束后，所有人默默地注视着矗立在岛屿沙滩上的那几个墓碑，这些都是为樊玉献出了生命的人，他们用命证明了自己对樊玉的忠诚，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在大部分人都散去后，陈凡才来到张太平的墓前，从怀里掏出1枚天运，望向墓坑里只有2腿的尸体，迟疑在原地。樊玉原本有1枚天运，这次又获得7枚，共有8枚。那先生和他说，倘若再给尸体吞服下天运，可有10成复活概率，只是连嘴都没了，该如何吞服？半晌后，他尝试着将手里的天运捏碎，金黄色的液体洒落在尸体上，并快速渗透进去。就这样，他站在原地等候了许久，没有任何反应。那先生，他低声呼唤着，我在。那先生有些无奈地摊开双手，我全程都没显形，你怎么知道我跟来了？什么热闹是你能错过的？那倒也是。那先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以前当天道太痛苦了，没有尸体不说，还不可能离开自家大陆。如今这个天道当得有些过于舒服了，能四处溜达。现在这是什么情况？陈凡指了指墓坑里的尸体。那先生有些迟疑道，我曾经和你说过，如果能找到张太平的3成尸首，和紫色异宝天运一起安葬在崎岖岛，可有10成概率复活。这个消息是我自己猜的，毕竟崎岖岛是有概率复活，天运又可在关键时刻让服用者运气大幅提高，所以应该是有联动的，但具体有没有效果，那就不太确定了。陈凡看了眼天道，没说什么，只是默默从怀里掏出问天铃，开口询问道，有一座特殊岛屿名为崎岖岛，埋葬在该岛屿的尸体可有一定概率死而复活，将尸体和天运一起埋葬，会使复活概率达到100%吗？不会，天运只对活人生效。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墓坑里那边的金黄的双腿，沉默许久后才平静道，
那先生，从此刻开始，你欠我1枚天运和100万枚鬼石，想办法给我补上。以后你猜测的消息前面要加上猜测2个字，不要那么笃定。随后才大步朝远处走去，并招手唤来等候在一旁的瘸猴，开口询问道：樊玉如今对战死成员家属是怎么安排的？樊玉负责赡养，根据战死成员职称来定档位。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跟财阁那边的人讲一下，将张太平家属的待遇调整到最高1档。明白。瘸猴面色严肃的点头，记下这件事。临走前，陈凡最后转身看了眼张太平的墓。其实他清楚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首领，不能对战死的手下有太多感情，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力。平日做作秀完全没问题，一旦走心就不好了。更何况此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樊玉有张太平这么一个人。但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当首领的缘故，当他看见一个个对他来讲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陌生人，却因为他的理念，因为樊玉的理念，甘愿赴死时，内心难免有些触动。他不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高的认可是什么，但他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最高的认可就是甘愿为你赴死，这是最高认可。认可也同样意味着责任，樊玉的责任在他肩上，永业大陆的责任在他肩上，他的一举一动决定着无数人的性命，无数人的去向，他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那先生站在原地，收起了脸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有些面色复杂地望向陈凡的背里。他清楚陈凡肩膀上的责任，更清楚陈凡所面对的压力。陈凡不算是一个完美的领袖，也有自己的情感弱点，但或许正是这份弱点，才让这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追随陈凡。樊玉发展至今如此之久，几乎没出过内部叛徒，这对一个势力来讲，堪称是奇迹。新大陆大批猴子在10级农田上种植猴头果，魏魏这几天算是忙坏了。新大陆和挑衅者大陆来回跑，但灯笼大小的眼珠里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兴奋。这是寿阁第一次被如此重视。吼吼！魏魏趴在新大陆的一片农田前，将所有猴子聚集起来，低吼着下达着命令。可就在这时，魏魏身后突然传来声音，只见魏魏父母慢慢爬了过来。魏魏啊，你妈怀孕了，所以我想跟你申请一下，能不能把我调回樊玉？我想带你妈去休养生产。他俩虽然是魏魏父母，但魏魏才是寿阁阁主，这种调遣还是要请示下阁主的。魏魏转过头去，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自己的父母，低吼着。可正常来讲，吞天鳄的生育率是没这么高，但异兽培养屋这个建筑实在太好用了，而且你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樊玉不是有政策吗？不仅仅鼓励人类生育，也鼓励异兽大量繁殖，尤其是我们这种繁殖率较低的异兽，还有奖励拿呢。这次应该还是妹妹，你要有2个妹妹了，反正你现在也有能力，我多生一个孩子，应该也吃不穷你。吼！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有些哭丧着望向不远处在农田里正来回拨弄着的一头较小吞天鳄，那是他的妹妹，去年刚生的，今年刚满1岁，对什么都好奇，最主要的是继承了吞天鳄的饭量，胃口极大，这导致他那点本就不多的卤煮几乎全被这家伙吃了，他都没几口了。樊玉虽然一直在发展，但寿阁却原地踏步，比如他的月前是卤煮，已经很久没长过了，这要再多一个妹妹，彻底养不起了。要不去找老大商量下，能不能给他长点月钱？行了，这头体型较大的吞天鳄满脸都是笑容的望向魏魏，那我就和你妈先回樊玉待产了，顺便跟老大喝酒，这小日子过的。啧，对了，你的事情就靠你自己想办法了。我们吞天鳄属于数量稀少的异兽，整个永业大陆也没几头，你以后找伴侣也是个难事。我们已经老了，未来还是要交给你们年轻人啊。还有那个陨落天穹的事儿，你这边忙完后，对那边也多上点心。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但商阁的探索一直未停下来。樊玉如今是个大型组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不至于发生一件大事就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为这件事服务，那样不但会浪费人力，还会增加调动成本。而这一日，在樊玉对周围海域地毯式搜索的过程中，又有了新发现。这次是在永业大陆南部，商阁的非洲从新大陆起飞，绕过永业大陆附近的鬼巢，在位于永业大陆南部1829公里的位置，发现了一座新大陆。这艘在海面上显得孤苦伶仃的非洲甲板上，一个非洲州长正因激动而全是发颤的盯着手里的鬼皮地图，颤声道：记录坐标，不是已知所有大陆坐标，肉眼望去，大陆望去没有连绵山脉包围，可能是一座无主大陆，但是肉眼能看见不少人类在活动。是，不对，继续靠近。州长，再靠近可能就进入对方防空炮射程了。我是州长，你是州长，继续靠近。是，伴随着非洲小心翼翼的靠近，这次他看清楚了，在距离最近的这片沿海区域上，他看见大批人正在城墙外解剖鬼物尸体，拾取鬼石，而那城墙高度大概是30米，城墙极长，能看见约有20-30公里左右，沿着海岸线所建造，至于会不会更长就不知道了。这时距离已经足够近了，站在甲板上的州长甚至看见了下方那些人群眼里中的茫然，这是一座1级大陆。他深吸了一口气，快速将消息汇报回去。这里是商阁87组州长钱多多，在位于永业大陆正南部1829公里的方向，发现了一座1级大陆，山脉破碎，在沿海区域发现了一座6级防线，6级城墙的高度就是30米，随后才快速后退，没有贸然接触，他只负责探索，具体如何接触，那是樊玉核心层思考的事情。1级大陆，陈凡若有所思地思索着，这还是发现的第一座1级大陆，这片海域2级大陆有多少他不清楚，但上次有9个大陆来给他祝贺，1级大陆的数量肯定是比2级大陆多才对，他一直奇怪怎么这么久都没发现
现一座一级大陆，如今终于发现了，竟然会有一级大陆。那先生显得更诧异，你在诧异什么？陈凡有些古怪的望向那先生，有一级大陆不正常吗？有点。那先生耸了耸肩，正常来讲，一级大陆这种软柿子肯定早就被鬼族盯上了，比如新大陆，还能找到一个一级大陆倒是真不容易。陈凡眉头紧紧皱起，这么简单，鬼族只需要占领3座大陆，就可晋升至3级种族了吗？简单吗？那先生嘴角微微抽了抽，鬼族可没天道炮，也没通天柱，鬼族想要彻底占领一座大陆，需要杀光这座大陆上的所有生物。这片海域目前应该还没有3级种族，否则就不会保持着这种短暂和平了。一旦出现一个3级种族，就不是如今的格局了，而且应该还有其他条件，不止这个条件。良久后，陈凡才眼睛微微眯起，那我这次动静闹得这么大，岂不是有很多鬼族都知道了？是的，那先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不过鬼族的信息渠道很差。知道了，陈凡轻点了下头，这和他的计划不谋而合。他本来就打算这2年内尽可能的将距离他较近的鬼族清理掉。唯一问题是，目前他只是知道这片海域上有鬼族寄居在大陆上，并不知具体坐标。不过瘸猴向好猫大陆发消息，说我们要购买情报，购买附近海域所有好猫大陆已知的鬼族坐标。这个消息也发给所有和我们交好的大陆，让商格派出一支代表繁育的非洲小队，一艘搭载天道炮的非洲负责协同，尽可能和这座一级大陆的掌权势力进行沟通，探测明白这座大陆的情况。明白。在吩咐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朝无名山后方走去。虽然他不想开战，但这些2级鬼族不清理掉，永远是一个隐患。片刻后，陈凡叫来瘸猴，开口笑了起来。自从永夜大陆的鬼物被清除后，就很久没跟老兄弟们聚一聚了。你去联系下曾经和我们一起从江北雨季里走出来的老兄弟，大家都聚一聚，看看老兄弟们最近近况如何。是。无名山1号洞穴的城墙上，陈凡、周末、王奎等人如昔日在江北雨季一样，围着一个清水锅坐在城墙上。今日菜系打边炉，陈凡一边将一盘生鱼片倒入锅内，一边望向几人闲聊着。酒过3巡之后，气氛也渐渐热络起来。陈凡先是望向一旁的周末，笑着道：“周末，近来情况如何？”非常好。周末嘿嘿笑了起来。狱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江北雨季迁营前，我们大家聚在火边说自己梦想是什么？我当时说自己的梦想是想当个大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了。战阁如今负责对内治安，在各个城池都开设了数个衙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覆盖率已经达到98%。还有，狱主，我现在已经是20级武者了，也叫做武皇，已经是繁育修为最高的艺人了。主要是永夜大陆仅只是2级大陆，限制了我的上限，否则我早就突破至21级武者了。不错嘛。陈凡有些诧异的望向周末，都20级武者了，可以，都20级武者了，肯定能硬抗天道炮了吧？瘸猴悠悠道：“去你的！”周末瞬间脸颊涨红，修行者不是硬抗建筑的，别说20级武者了，30级武者也不可能硬抗天道炮。那你这修炼有什么用啊？你懂什么？周末显得有些着急。肯定是有用的，维持内部治安你能用天道炮，有人在城池内行凶，你能一发天道炮轰过去？肯定不行啊！逗你的，怎么急了？瘸猴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赔罪，我自罚1杯，干了。或许是酒意上头了，场面渐渐变得轻松起来。周末等人也卸下了平日那象征阁主的身份包袱，开始如昔日一样打闹起来。陈凡笑盈盈地望向众人，这些人都是最早跟着自己的，他自然希望看见自己曾经的老部下生活优渥。别说，他也感觉有些醉意袭来了。这酒劲儿挺大。大鱼，陈凡忍不住打了个9个后，才望向坐下几人中间，显得有些幼态的大鱼，神色有些复杂的开口道：“近来如何？还好。”大鱼偏着脑袋，眼里带着笑意，有些奶声奶气道：“守夜人的反灵是不可逆的。当时遇见狱主的时候，我只有17、18岁，过去这么多年了，也差不多了。狱主，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没有感觉难过，反而觉得这样很好。”大鱼，瘸猴终于按捺不住的开口道：“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可以治愈守夜人的办法。”如今的大鱼看起来只有7、8岁的样子，俨然一个女幼童。不，我是认真讲的。大鱼面色认真的望向几人。如果狱主你的寿命是无限的，是永远不死的，那狱主你现在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就算梵域被灭了又如何？反正在漫长的生命中，你肯定能打造出一个更强的势力。就算这次和冯奇亚大陆的战争战败了又如何？反正你不死，未来总会赢的。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那他人生中所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没有任何意义。反正他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这样的决策没有任何重量，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任何重量可言。哪怕寿命足够漫长，也轻如鸿毛。以前随着不断返灵，我也在焦虑，但这几年我已经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我没几年可活了，我才更能感觉到我每一个决策的重量，我才能清晰地感受到我活着的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由死亡来压秤的，没有死亡，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狱主祁崇迟疑了一下后开口道：“大鱼已经调岗到后勤阁了，担任后勤阁副阁主，是大鱼主动申请调离的。他现在的体态已经种不了地了，他在后勤阁负责去看望那些为梵域战死的家属，并定期送上抚恤金。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鱼的事，所以安抚
抚效果往往不错，很多家属都在他的安慰下度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我经历了很多次那种失去家人的日子，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大鱼继续低声道：“我能帮助其他人更快走出那段日子。”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独自干了一杯。他对这些老部下最近关注的确实少了点，他都不知道大鱼已经调到后勤阁了。2年后，永业大陆将会晋升至3级大陆，到时候说不定就有可以拯救守夜人的办法了。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此生能有樊玉做家人，已经是我大鱼的福气了。看起来极其幼态的大鱼站起身来，稚嫩的小手端起一杯酒，昂头一饮而尽，颇显豪气。然而下一刻便突然瘫软在地上，发出微鼾声，竟直接睡着了。陈凡无奈地笑了起来，将身上大衣脱了下来，披在大鱼身上，这才反应过来，这点酒对一个孩子来讲确实有点上劲儿。本来他还想问问大鱼那个爱人的事情，或许是瘸猴知道了他心底的想法，又或许是瘸猴也好奇，有些迟疑地开口道：“我记得大鱼有一个爱人叫公羊一月，是以前公羊一族的太上长老，一个老头子，也是个守夜人。”坐在一旁的少秋默默道：“大鱼和公羊一月因彼此都是守夜人的缘故，诞生爱意，但彼时大鱼已经启动数次，只有10几岁的年龄，公羊一月却70、80岁，还能启动数次。为了不让别人对大鱼有闲言碎语，于是，在永业大陆决战结束后，公羊一月主动启动2次，将年龄降至和大鱼一个年龄。此后，2人便组成童男玉女搭档，一同加入后勤阁，平日主要负责安抚为樊玉战死成员的家属。故事经过说书人齐真人传了出去，如今在民间，2人代表着极其纯粹且为了彼此宁愿放弃一切的爱情。话音落下，在场众人纷纷沉默，都有些复杂的望向躺在一旁城墙上盖着大衣睡得极香的大鱼，不知为何隐隐有点羡慕呢。瘸猴有些低声道：“我还没找到那个可以奋不顾身放弃一切爱我的人呢。来，喝酒。”陈凡端起酒杯，和大家碰了一杯后，才中断了这个话题。陈凡端起酒杯，向众人敬酒。就在这时，城墙下传来一道低吼声，只见魏魏身后跟着一头体型极小的鳄鱼，一大一小鳄鱼正趴在城墙下望向他们低吼着，像是在说：“吃好吃的怎么不叫我魏魏？”陈凡一拍脑门：“瘸猴，我不是让你去叫魏魏了吗？”瘸猴先是微微一愣，随后急忙望向城墙下的魏魏，开口道：“那个魏魏，我给忙忘了，城门已经开了，你快上来，对不住了。”这是魏魏第一次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显得有些忐忑又有些兴奋，尾巴控制不住的不断拍打着城墙，身旁还跟着一头东张西望的小鳄鱼。这是你妹妹，叫什么名字？瘸猴有些好奇的将一块生鱼片递给这头小鳄鱼嘴里，只见这头小鳄鱼快速吃完后，眼里闪过亮光，然后快速张开大嘴，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尾巴轻快着不断敲击着地面，等待投喂。众人先是一愣，随后忍不住纷纷笑了起来。这幅场面和他们初见魏魏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魏魏如今身为寿阁之主，也有些在意面子了，有些不好意思的拍了拍自己妹妹的脑袋，随后才低吼着。众人望向陈凡，等待着陈凡翻译。还没取名字，希望我赐名。陈凡将魏魏的话翻译了一遍后，才陷入沉思，单手撑着下巴，久久不语。是个妹妹对吧？那名字需要女性化一点，就叫扣扣吧。原本还有些委屈的小鳄鱼，正有些不满的对着自己哥哥低吼着，在听见自己有名字了之后，又变得开心了起来，凑到陈凡身旁，用身子蹭着陈凡。少爷，好名字。瘸猴有些诧异的望向陈凡，他是真没想到少爷竟然真的能取出一个有点像样的名字。他本来以为少爷会起个口口之类的名字，魏魏少个魏魏吗？不对，口口的谐音是不是扣扣？完了，他还是太懂少爷了。不过还行，豆蔻年华的蔻倒也贴切。瘸猴默默端起一杯酒，抿了一口。魏魏的到来意味着这次的老兄弟都彻底聚齐了。魏魏很快也被气氛感染，巨大且粗糙的恶爪端起一个酒缸就朝嘴里灌去，很快一饮而尽，才挑衅一般的将空空如也的酒缸示意给一众人看。嘿，周末有些被气笑了，怒极反笑的起身踩在酒缸上撸起袖子，来，今天你我拼一拼。别了，瘸猴急忙拉住周末，哪有人和异兽拼酒量的？魏魏也低吼了几声。陈凡坐在摇椅上笑着翻译道：“魏魏说他绝对不作弊，所有酒都是进度的，没储存起来，不服就拼一拼。”气氛变得极其活络，或许是醉意上头，他觉得有些醉了，只是靠在摇椅上，笑着望向眼前这一幕。从崎岖岛葬礼回来之后，他最大的感悟就是，尽量在身边人还活着的时候，多在意身边人。人不是老了才会死，说不定什么时候明天就死了。大鱼说的也没错，正是有死亡的存在，人生的每个决定才有了它该有的重量。当人生可以无限重来时，所有岔路口的选择都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显然，魏魏的酒量彻底碾压周末，没一会儿周末就倒了下去。王奎也一扫往日沉稳，撸起袖子接替了周末的位置，抱起一个酒缸。你是异兽，我们是人，车轮战很合理。来，继续。至于扣扣，一边眼睛里闪着亮光，给自己哥哥时不时低吼加油助威，一边快速吃着赵生平递来的卤煮，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只有瘸猴一个人还在硬挺着，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不能给少爷丢人。一个区区吞天鳄也敢如此放肆，魏魏确实守信，没耍赖。所有酒水都灌入了自己胃里，此时显得也有些迷迷糊糊的，身躯摇摇欲坠。扣扣也吃饱了，躺在地面上，四肢仰头，顶着圆鼓鼓的大肚皮，满脸都是享受。只有不到半
半米长的扣扣，显得像个袖珍手办一样，至少和魏魏比起来是这样的。陈凡躺在摇椅上，嘴角带着笑意望向眼前这一幕，他也觉得有些微醺了。直至魏魏和瘸猴两人最后干了一缸后，全倒了。魏魏和瘸猴都迷迷糊糊的倒在地上睡了过去。他已经不记得上次带着兄弟们一起聚在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伴随着樊玉发展越来越大，平日都在各个地方忙，能将人凑在一起，还有闲心吃个饭喝个酒，着实不容易。他起身准备朝屋内走去，但起身的一瞬间，凉风袭来，瞬间浑身清爽的同时变得更加晕了，用力晃了晃脑袋，拄着翡翠手杖朝城墙下走去。这风怎么感觉有度数一样呢？又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来人，将他们都带回屋内睡去。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第二日酒醒之后，王奎等人又再次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开始忙碌着。这些日子，正阁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加速阵盘，并且尽可能的适配到樊玉所有非洲上。在加速阵盘和载具攻防天道赐福的双重加速增幅之下，樊玉的非洲已经是这片海域里非洲速度最快的一个势力了。次日，数十艘顶着樊玉旗帜的非洲便已经抵达位于永业大陆南部的这座发现的异级大陆。真是怀念啊！站在非洲甲板上的商阁副阁主有些怀念的望向下方矗立在海岸线上的那道6级防线，从怀里掏出一枚异宝，高声道：“这里是2级大陆永业大陆的非洲探索队，来个能当家的，出来一叙。”正值白天，有不少人类正在城墙外解剖鬼物尸体，拾取鬼石并捡取异宝。不少人都听到这道声音，时不时抬头望向他们，只是手上的工作并未停歇。天塌下来了，也得先将鬼石捡完，这都是炮塔所需的必需品，今晚要用的。很快，只见防线后方一艘非洲升空，并有些警惕地缓缓靠近他们。甲板上站着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身后还围着一众手持利器的部下。在靠至足够近的距离后，这个中年男人才望向樊玉一众人，沙哑道：“王丈八，绝望大陆西部镇鬼6号防线负责人，敢问2级大陆为何意？”负责本次外交行动的商阁副阁主微微一愣，随后才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座大陆都不知何为1级大陆，何为2级大陆，和他们昔日的永业大陆很像。随后才同样介绍道：“在下张大毛，樊玉商阁副阁主。前日我们樊玉的对外探索非洲，发现贵大陆，特意派我前来和贵大陆交涉，或许可以有些合作的机会。大陆是有等级之分的，像你们这种大陆就属于1级大陆，再往上一个等级便是2级大陆。”这个中年男人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道：“这件事我做不了主，我已经向上汇报了。”张大毛点了点头，没有多少说什么，只是开始耐心等待。没过多久，一艘非洲从防线后的远处快速逼近，直至靠近他们。这艘非洲甲板上仅仅站着一个老者，在下问天楼楼主。问天，请问阁下怎么称呼？樊玉商阁副阁主张大毛。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张大毛说明了这次过来的目的，主要是为1级大陆带来一些樊玉的城防建筑样品。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低头沉默在原地，没有讲话，只是呼吸不经意的渐渐急促了起来。对方随意吐露出来的一个个商品，都令他忍不住的呼吸急促。能减少弹药40%消耗的噬魂雕塑，自动拾取，自动修复，非洲加速传送阵，远程火力支援打击，这一个个东西真的是他们能买得起的吗？一座噬魂雕塑价格多少？不贵的。张大毛笑着道：“一座10级噬魂雕塑的范围是100米，售价只需10万枚鬼石。贵是不贵，只是我们的鬼石也不多，不急。你这几天内将你们大陆内部产出的物品，比如一些鬼值啊、异宝啊、建筑蓝图都拿个样品给我们评估一下，哪怕是那种特别常见的东西，随手可见的也列在清单上。每座大陆都不一样，说不定在你们这里特别常见的商品，在其他大陆很稀少呢。我们会评估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且我们还可以接受赊账。赊账！这个绝望大陆的问天楼楼主这次彻底难掩内心震撼，有些茫然的抬头望向张大毛，他甚至感觉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天大阴谋？你做生意还能赊账的？自然。张大毛笑呵呵道：“当你们晋升2级大陆后，会有3年保护期，这3年保护期内会诞生大量鬼矿，到时候用这些鬼矿还债就好。7日后我会再来一趟，这7日内你将你们大陆的东西都列好清单，当时候我会带着我们樊玉天仓阁阁主来查看，并给每个商品定价。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樊玉参谋阁内，陈凡坐在主位上，万岁坐在右侧汇报着近日的讨论。狱主，根据其他大陆那里给我们发来了关于鬼族所占领大陆的情报，其中3个鬼族疑似是只差占领1座大陆就能晋升至3级种族的，我们需将这3个种族率先掐灭在牢笼里。这3个种族分别名为是天族、暗星族、独眼族。鬼族所占领的大陆没有山脉和城墙，在对方大陆领土上部署天道炮的计划依旧可行，甚至要更方便。但毕竟鬼巢数量极多，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刚清空一片区域，就会被如潮水般的鬼巢补上。如果清空一片区域，快速部署城墙和天道炮是一个需要商榷的点。陈凡靠在椅子上，望向手里的情报，指关节无意识地轻扣着桌面，没有讲话。接下来樊玉的最大任务就是先清除掉这3个隐患种族，他不想看见这片区域里突然冒出一个3级种族，这是隐患，既是隐患，就需被
消除。良久后，陈凡才轻声缓缓道：“如果从外界攻不进去，或许可以从内部试试。”万岁闻言，额头上滴下一滴汗珠，快速思考着狱主的意思。只是他感觉自己脑子里浆糊越来越多，根本想不出个1、2、3来，完全琢磨不透狱主是什么意思。片刻后，陈凡才轻声道：“强攻不可取，我们是跨大陆作战，一旦陷入陆地攻防战，对我们的后勤和人口压力都是极大的。一旦我们陷入战争漩涡，会拖垮我们的发展。我们是要去清除隐患，不是要让带着敌人同归于尽。比如让鬼皇95假意投降，比如先向那个独眼族投降。他们既然没有对外征战，肯定就是招兵买马，养精蓄锐。这个时候，他们或许不会拒绝一批鬼巢加入自己的种族。鬼皇95加入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要一块地盘，一块沿海区域的地盘。然后我们和鬼皇95里应外合，以极快的速度在这块底盘部署好城墙和天道炮，便可一网打尽，轻松取胜。假投降吗？万岁瞬间便明白了这个计划。只要那几个鬼族愿意接受鬼皇95的投降，那计划的落地率几乎是100%。没人想象到一批鬼巢会效忠他们繁育，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计划定下，陈凡才起身大步朝外走去。他得去一趟护翼大陆。3日后，他抵达了护翼大陆。当他踏上护翼大陆的那一刻，一头鬼皇快速前来，蹲在陈凡身前。陈凡如往日一样踩在这头鬼皇的肩膀上，平视着面前这个足足数十米高的鬼皇95，笑了笑，才轻声道：“无聊来看看，进来可好？”鬼皇95和踩着鬼皇肩膀的陈凡，一人一鬼，就这样在沿海沙滩上漫步着。鬼皇95有些紧张的迟疑道：“还行。”他不清楚陈狱主的来意，他不敢说自己过得很好。樊玉那边苦哈哈的，他在这边快快乐乐的退休了。狱主听见心里能舒服吗？仅仅只是还行吗？不，非常好。鬼皇95急忙改口道，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我不敢说，其实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幸福。我从未想过活着可以如此轻松，如果这样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对了，狱主，那个虚幻玄武前些日子消失了，你看有空了，能不能再轰一发？少了虚幻玄武，总感觉每天少了项娱乐活动。陈凡偏头看了眼鬼皇95，好，回去后我会安排。随后才轻声道，正常来讲，你是鬼，我是人，我们理应势不两立。但昔日在永业大陆的时候，你在黄泉口区域和我和平共处了1年，在决战来临前夕，又拼死困住了一批鬼巢的指挥官，同归于尽。此后觉醒黑暗圣体，侥幸复活，又与我相见。此后便一直待在这座大陆，这或许算是缘，但你如今这样的好日子不会一直持续的。你有想过，当樊玉万一战败了，失去樊玉庇护的你们该如何自处吗？你们已经很久没征战了吧？你的部下还有征战之心吗？过了这么久好日子，他们还有拼死一搏的勇气吗？鬼皇95没想过这次议题如此严肃，半晌后才沙哑道：“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坚定认为樊玉不会战败。倘若樊玉都战败了，那哪怕我们有征战之心，鬼巢多出10倍，也是必死无疑。万事没有绝对。”陈凡摇了摇头，平静道：“目前这片海域里，我不想看见有3级大陆的晋升，或者是3级种族的晋升。但是目前这片海域里有3个种族即将晋升至3级种族，这3个种族对于樊玉来讲是个巨大的隐患。一旦他们比樊玉提前晋升至3级种族，他们便会对新大陆动手，切断樊玉的后勤供应。樊玉无法对外探索和贸易，并在樊玉保护期结束后对樊玉动手，甚至在这2年大肆占领其他大陆，从而变成底蕴深厚的3级种族，甚至有可能是4级种族。这对樊玉来讲是个巨大的威胁。樊玉必须要清除掉这3个隐患。目前，樊玉参谋阁阁主万岁那边出了个方案，鬼皇95率鬼巢假意投降，要一块我们指定的沿海区域地盘，然后樊玉暗中登陆，部署城墙和天道炮，从而在短时间内快速清除掉这3个隐患。你怎么看？鬼皇95突然停下脚步，低头沉默了许久后，才面色复杂的抬头望向陈凡。陈狱主，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不会拒绝你，但我真的不想被卷入任何一场纷争了。我真的只想安安静静的养老。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而且我们没有黑渊，我的部下死亡后无法再次复活了。你现在的生活是樊玉提供给你的。唇亡齿寒，倘若樊玉亡了，你还能有现在的生活吗？陈凡平静的轻声道：“我可以答应你的是，樊玉会给予你最大支持。倘若你有部下在本次作战计划中战亡，樊玉的黑渊你可使用，用于复活你的部下。和平是需要用战争来守护的。你帮樊玉这一次，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只要樊玉不亡，樊玉护你一辈子，让你的养老一族可以一直在樊玉的庇护下养老。”鬼皇95站在原地沉默许久后，才挤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容：“好，我答应了。狱主，其实我一直很感激你，我并不是不想回报你，只是我内心深处真的很抗拒被卷入纷争。我明白。”陈凡点了点头，突然笑了起来：“听说你有孩子了，这次回来后，你就可以抱着孩子享天伦之乐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嘿嘿，鬼皇95挠头笑了起来：“他们鬼族拥有一个孩子可不容易，只是这个消息他也是今早才知道的。狱主消息这么灵通吗？”思绪片刻，鬼皇95去准备了，准备集合自己的手下，全体出门。5日后，坐在大陆核心处一座宫殿王座上的独眼鬼物，瞳孔中闪过一丝疑惑。樊玉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这个势力。冯奇亚大陆一战确实打得漂亮，此次战役也足以证明樊玉的狠辣和实力。看来这片海域里出了一个小刺头啊。不过他们独眼族只差再占领一座大陆，便可晋升成3级种族。只要晋升成3级种族，一旦晋升，樊玉这种2级大陆对他们根本造成不了威胁。只要沉淀一段时间，一统这片海域完全不成问题。就在这时，一个小鬼快速跑入宫殿内，单膝跪下，声音略微急促地汇报道：“
王有一个名为95的鬼皇，率大批鬼潮抵达独眼大陆边缘，说要和王商议要事。独眼鬼王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没听过这个鬼皇名字，走去看看。